意外重生到末世前一天，而且还觉醒了空间异能。女友联合好兄弟夺走你的家产，重生回归后一定要狠狠报复。上一世末世3年，你苟延残喘，喝过地上的污水，啃过发霉的馒头，甚至还跟野狗抢过食物。重生后，你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餐厅猛吃一顿，因为女友和好兄弟的仇不是打一顿就解决了。原本你有一家不错的工厂，但好兄弟和校花女友暗中给你下套，最终赔了很大一笔，私下收买了厂里的重要骨干，撬走了所有大客户，更甚至拿到了你的硬件和亲笔签名，将整个工厂白菜价转卖，绕了几圈落到2人手中。你也算看明白，2人早就有一腿。一天时间紧任务中，女朋友的事情可以漠视在整。现在首先是收集物资，你联系了一家装修公司，将家中所有窗户换成防弹玻璃，大门也换成最厚实的不锈钢门，租了一辆大货车，直奔本市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。路上你接到了小区保安老孙的电话，你有几十箱货物来了，现在给你放哪里？老孙，麻烦你帮我签收一下，堆放在客厅就行。门窗已经装修好了，我轮锤试了一下，虎口都震麻了，大门都没松动，还有你要的壁炉，客厅和卧室各安装了一个，我看的都是上好的防烫钢板。其实老孙也是个可怜人，上一世被自己的儿子坑爹，你直接给老孙赚了1万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给你的辛苦费。多大点事？哪用得着这么多？给你就收着呗。你是信我的话，多买点保质期长的食物，这次的台风可能有点猛。正当你在收集物资的时候，你兄弟张力带着你女友苏软软开着豪车来给你送请帖，这俩货明天要结婚，你俩马上给我滚，我没有时间和你俩浪费。说着你就捡起一块板砖，准备向2人招呼，吓得2人急忙开车逃跑。这时张力的电话却打来了，兄弟不够意思啊，我跟软软亲自拿着请柬，想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，结果差点被你一砖头拍死。婚礼不来参加，那今晚同学聚会你得参加吧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有什么不开心的跟大家聊聊嘛。张力有恃无恐的样子让你愤怒，为什么刚刚逃跑晚上却敢找你？因为晚上他身边的狗腿子都不怕你。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惩罚他，直接说道，行啊，不过我不想出门，但不介意下楼喝一杯。原来张力把你的资产转移后，故意在你家楼下买了套房子，而且买的还是1楼，为的就是让你每天回家看到他们，故意恶心你。而你恰好略施小计，今晚就要末世了，这俩人叫一堆人过去，肯定没有囤积物资，到时候好戏就开场了。至于你当然不会参加，现在搞物资要紧。正当你在收集物资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那个姑姑打来的。姑姑年轻的时候就不学好，找了个社会男2口子游手好闲，生了一个儿子也不学无术，表弟谈了一个女朋友挺着大肚子放话，没房子就不结婚。于是姑姑装可怜亲情绑架，要求你必须负责，简直太可笑了。肚子又不是你搞大的，负什么责？上一世末世，姑姑带着全家跑来给你道歉，你一时心软就打开了大门，可是紧接着一家打伤了你，还将你赶到房子外面，天寒地冻，自生自灭。你不禁冷笑一声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你一直忙到晚上12点，台风空调末世来了，你直接开启了零元购，进入各大超市以后，直接打开空间异能，将各大超市的物品装入其中。当你回到小区门口时，洪水来袭，水位已经30-40公分高了。由于水位暴增，1楼已经不能住人了。张力带着那几个同学就在2楼楼道堵你，你回去正好碰到他们。我跟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给你发的信息，你为什么不回？你打电话我就得接，你算老几啊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回来？现在房子被水淹了，车子也被泡了。张力越想越气，房子淹了没什么，大不了重新买家具电器，但刚提1天的跑车，装逼还没装够就被洪水泡了。你的哪样东西不是用我的钱买的？花的都是我的钱，我都不心疼，你心疼的啥？张力和苏软软2个直接愣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他们没想到你竟然直接把话挑明。你们都给我让开，别挡老子的路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赶紧带我们去你家，我们现在又困又饿，等洪水退了我们再走。你直接上去对着张力就是一拳，对于这样的人真懒得讲理。你还知道是我家不是你家，你想去就去。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你上来就是一拳。苏软软嫌弃的看了一眼张力，你太过分了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动手？你算哪根葱，竟然觉得有资格来说我？这里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货色？我要是你都没脸出门见人。苏软软脸色一变，气得说不出话。张力气得破口大骂，要直接和你开干。这是你自找的，都给我上！张力身边的小弟陈强等人反应过来，纷纷朝你围上去。你直接拿出一把短刀，对着几个人说道：谁不怕死，可以过来试试。几个人也是狐假虎威，平时跟着张力吆五喝六惯了，但是真到关键时刻还真是怂了。不是想动手吗？来啊，我也很想知道这把刀威力如何。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走，我们绝对不拦着。你看了一眼苏软软，又看了一眼另外2个女同学。记住哦，我家只收留女人过夜。张力刚要开口大骂，意识到你手上的刀子，把后面的狠话强行憋了回去。你走后，几个人开始放狠话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下次碰上一定叫他好看，到时候打得他学狗叫，摘个鸡毛。一群男人口嗨了半天，发泄完心中的气愤，但实际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。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1楼已经被淹没了，气温也估计0度左右。咱们去高楼层借点吃的，说话客气点，应该不会被拒绝。你回到家后就开始清点物资，这么多东西足够你吃一辈子了。最主要的是异能空间里的食物不会坏掉。正当你拿出一杯82年的拉菲品尝时，苏软软的电话打过来了。田中，你能不能让我们去你家休息下？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去。想来我家？那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什么心理准备？
爬到我面前学狗叫。苏软软听到后气的直接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你便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，走近一听，原来是张丽。你竟敢惦记他的女人，主要当时开着免提，所有人都听见你要他的女人跪下。张丽为了挽回颜面，不得不气势汹汹跑来找你算账。姓赵的，有种给我出来！张丽喊得气喘吁吁，从2楼爬到23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愤怒被磨成了渣渣，是真的累啊！但所有人都跟着呢，他必须要拿出态度。看来今晚你们又要再走到过夜了。张丽作为男人你不行，男人怎么能让女人挨饿受罪呢？哪位女士想通了，记得给我发消息。说完，你便去美滋滋的洗澡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当你洗完澡出来后，小区群里炸锅了。楼上的兄弟，谁家方便借住1晚？谁家有余粮给我点。而小区大妈直接点名你，让你拿出东西给大家，因为她知道你今天买了很多东西。赵铁柱，我知道你是一个人住，我知道你今天买了很多食物，拿出来分给大家，否则以后有事也别想有人会帮你。最后一句话，多少带点私人警告和威胁，你也不惯他当场回怼。别光说别人，你先以身作则，带个好头。家里就你和老伴儿，想必不会拒绝受灾邻居的求助吧？大妈这会儿脸都绿了，她刚刚才以老伴身体不适为由，拒绝了2户求助的居民。你这个小吃佬是诚心跟他过不去。要不是我老伴儿得了重感冒，我早就把邻居全部接到家里来。那还真的是巧啊！你没有继续和这个大妈纠缠，因为张丽开始在群里求助。各位，我们现在6个人，只让我去他家1晚上，我出2000。由于没有人搭理他，最后他把价格加到2万。这时有一个女生问道：1晚上2万，真的只住1晚上？说话的是一个单身女性，好像是在一家外企工作，长得还挺漂亮。张丽看有人上钩了，就直接开始打包票。你觉得你有责任提醒一下？美女，他们这帮人一群大老爷们，你就不怕引狼入室吗？谁知道明天救援队会不会来？住1天舍得花钱，住10天半个月，他还舍得花钱吗？到时候你一个人有能力把人撵出去吗？听到你的话后，这位单身美女仔细考虑一下，最后还是拒绝了。可是这时你那见钱眼开的姑姑说话了：我家可以让出1个卧室和客厅，但是你得给3万热水随便用，鸡蛋面条都有，按人头300给钱，怎么样？张丽看到后立马同意，没想到还真的有人答应。原来你姑姑一家为了让你给钱，就在小区租了一个房子，每天堵你。现在一帮东西和一家子无赖，到时候有好戏看了。但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，就是合起伙来算计你。第2天一觉醒来，到处都是哗啦啦的暴雨声。你盯上了昨天被海水冲进来的几条渔船，准备冒雨出去改生意，想看看能不能弄到一条。你空间的橡皮艇拿出来准备出发。当你正在街上寻找时，旁边有人在废墟上喊你。你一看发现是陈振国，蓝天救援队大队长。上一世这个人救过你的命。兄弟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想征用你这条橡皮艇，你看方不方便？不方便，我刚才好像看见那边有一条冲锋舟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，我去帮你看看。那就麻烦兄弟帮忙过去看一下。现在全城水患严重，还真的是辛苦你了。你将橡皮艇开到无人的角落，从空间拿出一条冲锋舟。你之所以没有把橡皮艇给陈振国，是因为冲锋舟更适合他救人。此刻正在跟队员讨论救援方案的陈振国，没想到你真拖了一条冲锋舟回来。我看了一眼，好像是全新的，我这条我自己要用。太感谢了，刚才是我太唐突，你已经帮了大家大忙。水面上到处是尖锐的垃圾，你自己注意一点。看着对方黢黑的皮肤、粗糙的双手以及脸上的皱纹，你忍不住喊住对方：陈队，我有一个建议，要想救更多的人，最好是集中力量收集过冬的物资。过冬的物资？大夏天准备过冬的物资干什么？正当陈振国还在疑惑，你已经走远了。极寒将至3个月的天寒地冻，小区业主群里一片哀嚎声。你姑姑家本来就没囤多少食物，3顿饭就被这群人吃个精光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几天以后，正当你在家里看视频双击666时，老孙打来电话：小赵，快把厚衣服都穿上，外面现在零下30度。由于老孙还要通知其他人，和你说了2句就挂了电话。正当你准备睡个回笼觉时，你听到有人敲门。谁啊？铁柱，是我。姑姑，你先把门开开，让我们一家进屋说话行吗？不行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铁柱，我们一家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任何东西了，出租屋里连一件厚衣服都没有。你把门打开，借我们1身冬衣，再借我们一点食物。冬衣我自己要穿，食物我自己都不够吃，物资是不可能给你们的。你个没良心的小崽子，我可是你的亲姑姑，问你拿点物资怎么了？跟你那个死鬼爸妈一样，要点东西就像割肉似的。我爸妈在世的时候给你钱还少，你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，不是我爸妈拿钱交的。你们2口子借钱还不起要被人砍手的时候，不是我爸把你们赎回来的。我爸妈在世的时候没少帮你吧？你不念着他们的好无所谓，那你非要嘴贱，饿死冻死都是你自找的。周丽丽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想到眼下一家子的情况，只能暂时忍气吞声。刚才是姑姑说错了话，一直以来都是姑姑不对，我可是你的亲姑姑，我能害你吗？是担心你太年轻，万一把家底都挥霍光了，我怎么对得起你9泉之下的父母？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了。算我求求你了，你表弟从小就身体不好，你表弟妹还挺着大肚子，再这么下去肯定会出大事。我考虑一下吧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看在我爸的份儿，我给你一点物资。物资？1包方便面都不会给，要死死到别处去。
冻死在你门口还要动手处理，贼嘎麻烦的好罚。眼看你不肯开门，周丽丽一家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和他一起来的张丽的手下陈强也开始叫门了。周总，周哥，是我陈强，求你开门，我们真的快被冻死了，我们已经5天没有吃过东西，求你给点吃的。啧啧，饿了这么久真可怜。周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，但是工厂的事真不是我们干的，是张丽和苏软软一起害你的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我多拿点物资下来。陈强等人非常激动，你果然还是一副软心肠。我们现在又冷又饿，真的没有力气返回楼下，要不你开门让我们先进屋。要么回去等着，要么留在原地活活冻死，随便你们。几个人看你实在不愿意打开门，就只好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张丽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有办法去搞到物资，不但能让大家暖和起来，还能让大家吃到热腾腾的饭菜。他和苏软软计划了一番，就决定让苏软软给你主动打电话。田中，能聊聊吗？怎么想清楚了？要爬到我面前？你非要这样说话吗？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恨死了我，但工厂的事我是被逼的，人家曾好几次暗示过你，你根本就没注意听人家说话。我委屈自己跟着张丽不是背叛你，我是在偷偷帮你收集证据，证据我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工厂一定会重新回到你的手中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我们面对面谈好吗？我说能编个好点的理由吗？连整座城市都快毁了，还哪来的工厂？你们还是想想怎么不被冻死饿死吧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家只收留女人。陈强的女朋友叫什么来着？看着还挺不错。被点名的陈强女朋友一脸惊讶，内心止不住的狂喜，这么多女人你竟然看上了她。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冲到23楼，他要享受温暖壁炉，他要享受味道的食物。至于对方的目的，他又不想。你哪样不比陈强优秀100倍？不是叫人气寒来袭。此刻前女友敲响你的房门。田中，我是软软啊。不认识，滚远点。现在都知道了，你藏了大量物资，只要你肯主动交出所有物资，我们绝不会再为难你。你走到门口，通过猫眼一看，张丽、陈强、瘦猴子3人都来了，又有刁民想害朕，不管是谁跟你作对就得死。限你1分钟之内开门，把物资统统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可要砸门了。就在那帮人威胁的时候，你从空间找出一把水枪，往里面灌满了水，通过猫眼抠动扳机。现在外面零下30-40度，可以想象水枪有多厉害。你等着吧，老子一定会打断你的4肢，把你丢到外面活活冻死。尽管来看看到底是谁先死。回到客厅，你觉得必须解决这些人一直找你，于是你拨打老孙的手机，发现对方竟然关机了。难道老孙出事了？还是说老孙也加入了对方的阵营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老孙的声音：小赵，你没事吧？你吃不准老孙的身份，这一次你没有打开大门。没事，你的手机是怎么回事？被冻坏了，开不了机。我会放一个对讲机在门口，你1分钟后来取，我们用它联络。1分钟以后，老孙来拿对讲机。你给老孙说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。老孙，你可以拒绝。难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物资方面绝对让你满意。你又拿出满满一大包，直接开门给了老孙。有食物才更有说服力，赶紧去做吧。你觉得迟早会出大乱子？这包里随便一件物资都够收买人心。接下来你要组建自己的团队。你只管找人，有点小心思都不要紧，心术不正的坚决不能要。这些货色不值得我浪费1粒粮食。成了，我这就去联系。回去之后，张丽这边乱成一锅粥了。由于苏软软没有办法叫开你的门，陈强女朋友开始有意见了，只因为当初你说她长得好看。她要能行，咱们早围在壁炉前吃肉了。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？张丽觉得很可笑，你为了挑拨随口说了一句，这个女人就真以为被看上了？都不照镜子的吗？长了2个大号车灯，就以为自己魅力无限。看看苏软软的长相和身材，也该知道你的眼光有多挑剔。此刻，一个刀疤脸的人走了进来，抬手给张丽一个响亮的耳光。老子给你们提供物资，可不是为了跟一帮废物合作。这么多人都攻不破一道大门，要你们有何用？原来张丽等人被刀疤收买了，怪不得这些人能坚持到现在。正当你想美女时，对讲机里传来老孙的声音：台柱，我已经打听到了，我们的副队长刀疤一直在支持张丽，现在很多住户家都被刀疤控制了，他把很多女人关在一间房子里，还有602的那个女租户杨思甜也被关起来了。这件事我得琢磨琢磨，咱们得尽快召集人手。铁柱，你说什么时候动手？我老孙打头阵，削死那帮猪狗玩意儿。就这样过了3-4天，你一直在等待时机。老孙用物资打听到了整个楼的所有情况，包括苏软软这些女人的遭遇。原来苏软软也被张丽抛弃了。正当你琢磨如何对付刀疤等人时，房门外传来苏软软的哀求声：铁柱，求你看在以前的份上救救我吧！我知道你家里还有物资，只要你肯拿出一点物资，他们肯定愿意交换。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只要你肯救我，让我住进你的屋子，我愿意当你的女仆。我不收垃圾。刀疤、张丽等人见你死活不开门，只好带着苏软软先回去。随着刀疤等人在小区横行，很多人都开始无法忍受。这时你的对讲机响了。成了，之前这些人还不同意，不是舍不得房子，就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。现在意识到自己和家人的处境，都同意听你的安排，只是他没有一个条件，希望你能提供物资。当然，前提是听话。你已经受够了这些人的打扰，等这帮人收集到了更丰富的物资，情况只会对你更不利。你需要养一帮自己的势力进行对抗。你2人商讨了半小时，最终决定今晚行动。此刻你接到一个电话，在对方滔滔不绝的讲述中，你弄清楚了对方的身份：齐柔，20岁，
富二代，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看小说。为了看小说，他有5台手机10个充电宝。根据自己10年资深老书虫的眼光，他相信你就是妥妥的大男主。这大腿他抱定了。大佬，我家就在关小姐姐的隔壁，他们说只要你愿意拿出物资救他们，他们愿意为你做牛做马。那个602的杨思田他说，只要给他一个缓过来的机会，他就是第一个帮你对付你的仇人。他们现在怎么样？好像是他们被脱下了冬衣外套，现在就在房间里。大佬，跪求你家客厅的一张沙发，我家已经没有木柴取暖，而且那帮坏人肯定不会放过我家，迟早他们要过来的。不行，想进我屋是不可能的，但可以为你安排其他住处，只要你老实听话，物资少不了你的。大佬，我保证话少活好不惹事。那2个小姐姐怎么办？你转告他们，我不会拿物资赎他们，活命的机会是自己挣来的。凌晨2点，通常是人们睡得最熟的时候，你直接出门到7楼老孙家，这时已经有好几个人等你了。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现在什么情况你们自己深有体会，愿意听话，物资管够，一会儿我就要你们动手。各位，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不为自己考虑，难道不为老婆孩子考虑？还是刚才那句话，不愿意听话的吃了这顿就滚，但如果决定合作，就要听从安排。3个小时后，你们摸到刀疤睡觉房间的门口，几个人闯了进去，准备解决刀疤。可是刀疤今天没有在房间里，只有几个小弟。这时旁边房间的杨思田听到声音，带着一个小太妹跑出来加入战斗。解决战斗以后，你对杨思田说道：“先去15楼，一会儿等老孙安排。”随着你们的开始反抗，越来越多人加入你们，整的刀疤等人都躲了起来。你直接在楼道大喊：“滚出这栋大楼！天亮之后还敢留在这里，一个不留！”大获全胜的居民非常亢奋，他们终于可以不被这帮人欺压了。刀疤等人也连夜跑到隔壁楼去了。随着人越来越多，你现在必须出门找物资了，因为这些人跟你就是能有事的。你从空间里取出末世战车，别问这是从哪来的，问就是系统自带的。你开着车在城市寻找，3个小时以后，你发现了一处仓库，进入里面发现满满的物资，于是你开始了疯狂的收集。到了小区门口以后，你从空间里把物资取出来堆在门口，毕竟当着别人的面从空间取物资，着实不太符合你的智商行为。你打开对讲机对老孙说道：“老孙，把门打开，叫人下来搬物资。”所有人热血沸腾，这一刻他们期盼已久。你没有管他们，直接回去了。可到了房间门口，却发现杨思田和小太妹在等。这次谢谢你救了我们，以后你说什么都听你的。这是龙小圆，我们2个一起逃出来的。这次带回来不少女人穿的衣服，你俩也去分一分。既然你决定要听我的话，就不能穿得太薄。杨思田小太妹刚离开，就有一个人过来了。大佬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你是齐柔？大佬，是我，我已经等你1天了。你为什么等我？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你做什么都行，莫是我只想跟着大佬。你从齐柔诚恳的眼神中看出来了，他已经被你彻底折服。于是你就带他进屋。3分钟以后，齐柔从你的房间出来，并且还带着一兜吃的，兴高采烈的离开了，因为你不允许人在你这里闲待着。此刻对面19栋16楼，一个小团伙正在看你们楼的情况。对面21栋的人真的在吃肉，他们不但人人有肉吃，还是每人2大碗，太疯狂了。刀疤不是说他已经把食物都抢光了吗？刀疤平时牛哄哄，昨晚上被人打成了狗，现在跟丧家之犬似的，跑到10栋求飞哥收留。肯定是铁柱今天从外面带回来，我今天看见他带回了很多物资。你们谁认识赵铁柱？赵铁柱不认识，但老孙大家都熟，要不从老孙下手。明早你去找老孙，让他转告赵铁柱，就说樱花帮计划着要对付他，只要他肯供应我们肉食类的物资，我们19栋就不掺和这事儿。万一他不答应呢？他算老几还敢不答应？他要是不肯答应，咱们就提刀找上门去，以为有道铁门就拦得住我们？老大突然意识到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刚才没有让你尽兴。随即想到了什么，拿起一包方便面给了女人。女人不吭声，匆匆离开。女人从房间出来以后，张丽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。傻站着干什么？物资拿到了吗？拿去。苏软软把方便面砸向张丽，愤怒的转身就走。你发什么疯？被客人欺负了？我不是告诉你要温顺点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你给我滚！苏软软压制不住心中的憎恨，突然转身给了张丽一巴掌。张丽本来最近就烦得要死，哪能容忍被女人扇耳光？抬手就是2个耳光。你个臭娘们是活腻了吧？还当自己是女神呢？你刚才望着赵铁柱的家，是还想回到他身边去吗？你现在就是一只破鞋，乖乖给老子挣物资。苏软软也没办法，只能默默忍受张丽的暴力输出。此刻你准备开战车出去找物资，老孙就追了出来。铁柱，昨晚大家商量了一下，楼里这么多人，总不能只靠你一个人外出寻找物资，万一遇到危险连帮手都没有，咱们就可以派几个人跟你一起外出，也能帮你减轻负担。不用了，我今天出去主要是找木柴，楼里的家具都快烧完了吧？是的，能烧的都烧的差不多了。你直接开车就出发了。3个小时后，你开车拖着一大堆木柴回来了。老孙立刻带上10个人前去大门口接应。铁柱，这些原木你是从哪里拖回来的？我之前记得郊区有一家私人小型家具厂，就想去看看还有没有原木，结果到那发现还有很多，我就都整回来了。邻居一听是从郊区拖回来的，那么远的路程冰天雪地，你可是一个人啊，邻居多少有点真情实意的感动。今天你走了之后，19栋的楼主派了1个人过来，他们说樱花帮正准备对付咱们。什么帮？樱花帮，小区29栋楼都有1个楼主，部分楼主联合成立了一个帮派，就叫樱花帮。你嘴角一勾，露出一抹冷笑。末世弱肉强食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鬼里鬼气的，
一听就不是好东西。此刻对面19栋老大看到你带来的木柴，打心底里羡慕。你今天去找老孙，有把我的话说清楚吗？老大放心，话都说清楚了。那老孙当场就吓得腿软了。我王大锤的耐心有限，只给他们2天时间，第3天要是见不到物资，他老子怎么收拾他们？对面还有3个年轻女人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到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嘿嘿嘿？但是老大，10栋万哥不是说咱们樱花帮要一致对外，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得罪他？狗屁樱花帮，关我们啥事？樱花帮要是每天能供应我们10斤肉，那自然可以一致对外，但他啥也给不了，成天就知道放屁。老大威武，老大英明。众小弟一想到有肉吃，兴奋的嗷嗷叫。第2天一大早，王大锤便带着小弟找到老孙。老孙，你把赵铁柱叫下来，我有话和他讲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们又算什么东西？铁柱是你们这些杂碎想见就见的。老孙，你怕是还不知道，樱花帮的人可是要对付你们了。樱花帮算个鸟，他们不也是一群等死的可怜虫？少拿樱花帮来威胁我们，有种就真刀真枪干一场。既然你们不听劝，就等着来自樱花帮的报复吧。此刻你正在房间享受美食，当然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，那就是对你顶礼膜拜的齐柔。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大佬，我只是想多看你2眼，我的心已经被你的颜值融化了。有事说事，没事滚蛋。上次我在你的房间才待3分钟，这次可以待久一点吗？你瞬间亚麻呆住了，这小妮子是在质疑你的能力啊！正在这时，小区的广播响了。我是第10栋楼的楼主万宝杰，现在樱花帮已经正式成立，万某临危受命胜任帮主之位。21栋的赵铁柱，你听好了，你必须把所有物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而且还要把你的车子上交，由帮派合理利用。现在我们就派1队人前去接收物资，你尽快准备。下面有请邻居代表发言。喇叭里又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这声音你也熟，这不你的好兄弟张力吗？赵铁柱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听我的主动把物资都交出来吧，10分钟内不见物资，就别怪我们无情。这时对讲机传来老孙无比焦急的声音。铁柱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有一大批人马过来了，目测至少有40-50人，地楼肯定会失守。你们守在门后就行，如果有人临阵倒戈想开门放人进来，直接拿下。你从空间拿出一台洒水机，直接对着窗外一顿乱甩，40-50个人瞬间跑。现在外面零下20-30度，谁能受得了啊？你直接从空间掏出大喇叭，对着窗外就开始喊。樱花帮的小趴菜们听好了，收起你们那虚伪的嘴脸，不想死就给老子夹起尾巴做狗，一手凉凉送给你们。听到你的喊话后，万宝杰当场怒了。帮主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是不是应该报复回去？报复是肯定的，但不是现在，是我们小看了赵铁柱，咱们得先商讨一个万全之策。可是令万宝杰没有想到的是，你在小区接下来的喊话，直接让他产生了危机感。喂，秋雅在吗？秋雅在吗？不对，串台了。各位请注意，樱花帮在小区无恶不作，我赵铁柱在此重金悬赏，不管是本小区内的邻居，还是外头各帮派的英雄好汉，谁弄死樱花帮任何一个楼主，可以找我说换10包方便面。如果拿下万宝杰，我再另送1袋10斤面粉和10斤冻肉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。樱花帮的楼主瞬间吓得双腿打颤，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死神的召唤。手下的小弟为了食物也有起义的，悬赏才发不出去3个小时，你的方便面就被领走50包了。正当你从外面收集物资回来，刚在门口停下车，一个女人朝你跑了过来。铁柱，我是软软啊，我错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当你的一条狗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你忘了你之前的嘴脸了吗？当初你是怎么算计我的？你都忘了吗？现在还好意思求我原谅？说完你直接回去了。末世对于这种人不能心软，否则最后你的下场可能比他们还惨。回到家后你内心烦闷，没想到自己爱了10年的女人，最后竟然是这样的下场。正当你烦闷之时，有人敲响了你的房门。杨思田和小太妹2个人过来，不是将人气汗来袭。此刻女神杨思田敲响你的房门。我想在这洗个澡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知道要怎么办？我懂的，但是希望这次不要是180秒。杨思田从洗澡间出来，看到你就直接走了过来。183秒之后，这次不错，比上次多了3秒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3秒真言们？好了，现在下楼找老孙等人开会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你和杨思田下楼以后，老孙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你俩。我有2件事要说。从今天开始，杨思田担任副楼主，辅助老孙管理相应事务。第二，我要外出几天，现在室外的幸存者越来越多，我得抓紧时间寻找物资，慢人一步就可能什么都不剩。交代好这些，你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你把目光放在一群妇女身上。你们中有谁会做衣服？就是做衣服，秋衣、袜子。上次收集物资整了一批恒温面料，现在还在空间里躺着。这时小太妹龙小云说道：我是学服装设计的，做衣服没问题，只是没有缝纫机，纯手工缝制速度有点慢。一会儿我把东西拿过来，你就按着我说的做就行。这时一旁的齐柔一脸渴望。大佬，你要是带回了皮毛，能不能奖励我一件皮毛大衣？给我一个理由。我青春无敌，美貌如花，乖巧听话，什么都可以啊。下次再敢口无遮拦，我就罚你去楼下劈柴。别呀，大佬，我错了。齐柔瞬间蔫了，老老实实的不敢说话。交代完所有人，你全副武装出发。当你进入到一家商店时，发现一个女生在那里，但是她却被双手捆住。
求求你救救我，帮我解开绳子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女人哭声颤抖，逐渐变得撕心裂肺，听上去倒有几分真切。救你可以，但我不派救。你有什么物资作为报酬？这里的物资还不够吗？这里的物资本来就是我的。太霸道了吧！不过我喜欢你这样子。我包里有一张保温面料，这个可以作为报答你的物资。你打开女生的包包，果然发现一卷面料，看样子质量是不错的。正当你准备解救女神之时，进来了2个人。就是他俩把我绑在这的。他们说这里的物资都是他们的，还说让我今晚做他们的老婆。小子，你从哪里来的？竟然敢碰我俩的女人！大哥，他现在有多拽，一会儿被咱们兄弟打的时候就显得有多怂。我有一个主意，他不挨个磕头叫爸爸，咱们就不给他痛快。说得对，先一个人炮死他一脸。你没有搭理他俩，反手就是解开了女生的绑绳，直接对他说道：“还不快走！不想活命了吗？”女生头也不回的跑了，因为末世之中活下来最重要。小胖菜，小爷我有同意你们走吗？把我说的话当放屁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直接掏出水枪，准备对2个人动手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，竟然拿水枪来对付我们？水枪怎么可能打我们？等等，水枪？还是高压水枪？零下30度的超低温天气，被高压水枪打中才真要他们的命啊！暴徒反应过来了想法，可是你没有给他们机会。2天后，当你回到小区时，发现你们那栋楼滚滚烟浓直往上飞，出事了。对讲机传来老孙的声音：“你看到浓烟了吗？那是我放的，危险！你千万不要回来，快跑！”老孙几乎情绪失控，女人的哭声吵成一片，还夹杂着凶狠的砸门声。昨天不是很狂吗？等老子进来一个个收拾你们！原来是一帮暴徒盯上了你，召集20-30人开始围攻你们那栋楼，因为他们看到你们那里有人吃肉。老孙，告诉那帮垃圾都把狗脖子洗干净，敢惹我必须死！你的声音无疑给大家带来了生的希望，他们一个个精神振奋。你走到楼门口，掏出水枪，直接连接空间里的水，开到最大马力航姿，一时间所有暴徒都傻了，纷纷四散而逃。老孙见人都跑了，赶紧出来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些人是对面小区的，他们也是一个帮会，名字叫铁头帮。他们大约多少人？这个不太清楚，听那些小弟说好像40-50人。这次他们派出1半人来围攻我们。我知道了，敢招惹我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说着，你手持水枪，大摇大摆来到对面警院小区门口。守门的小弟刚刚见识你水枪的威力，吓得赶紧求饶。那些暴徒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一切都是帮主指使的，是帮主一意孤行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但你会相信他们的解释吗？当然不会。那名小弟告诉你他们总部的位置后，你一个人径直来到他们的总部。此时房间内有4-5个头目。你们谁是老大？我是铁头帮的帮主，你是哪个？对面小区21栋赵铁柱，今天是你派人来围攻的。没想到你小子挺有胆的，竟敢一个人过来，就凭你这份胆量过来加入我们铁头帮，我给你个副帮主的位置。我想你们是看中我手里的物资了吧？什么副帮主？你们配吗？那你就别怪我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呐，给我拿下他！你也没有过多耽误时间，拿出高压水枪，对着几个人就是一顿乱滋。听附近的帮派听闻你的作风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必须跟你搭上线交好。当你回到小区后，发现老孙后面跟着一个生面孔。你是谁？我是鸿运小区炸碉帮的黄毛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铁头帮前天找到我们炸碉帮，说你们小区有大量物资，他们每天能闻到你们这边食物的香味，甚至还有肉味儿。铁头帮说拿下你们物资平分，被我们老大骂走了。我们老大说了，物资凭本事自己找，杀人越货算什么本事？我们炸碉帮坚决不干。昨天老大派我过来找楼主，想跟你们做交易，没想到我刚找到孙楼主，铁头帮的那些垃圾就杀过来了。黄毛，你们帮派是2道贩子吧？老大，您真是火眼金睛，看人真准。我老大干这行已经很多年了，累积下来的信誉一直是行业第一。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需要的物资？我需要什么，你们都能弄到。客户就是上帝，上帝需要的东西，我们炸碉帮就是跑断腿也要想办法搞定。直升机，你们能搞定吗？我回去问一下我们老大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找。你们想从我这得到什么呢？不瞒您说，眼下当属食物最缺，当然了，别的物资也可以进行交易。和黄毛说完以后，你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这时候齐柔屁颠屁颠的过来了。大佬，你这2天去哪了？我都没见到你，奴家可想死你了。你是小说看多了吧？还奴家，现在去洗澡，一会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就喜欢你霸道的样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现在的表情很迷人。10分钟后，齐柔满意的走了。你用对讲机把老孙叫了过来。你特地把我叫到这里，是不是有重要的事要讲？我是这样打算的，我给你们一批物资，你们搬出去。搬出去？搬哪里啊？我们小区很大，我的意思是你们找一栋干净点的楼，地方大，住着也舒服。幸存者还是归你们管理。你说这场天灾还有多久才过去？也许灾过后还会出现新的天灾呢。老孙不禁瞪大眼睛，虽然觉得不太可能，但还是被狠狠吓了一跳。我们一定要搬出去住吗？老孙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大家迟早是要分开的。你们跟我无亲无故，说白了，你们对我来说就是累赘。我会离开这里，但不想带着一群累赘上路。确实，你已经帮助了大家太多，但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回报你什么。老孙，我不是你，你想所有人都过得好，他们只有跟着你才可能有未来。
这次外出我在外面藏了不少物资，今晚我就去弄回来，省着点足够你们坚持1个月。谢谢你。当天晚上你给大家分发了物资，每人2条棉被、1身冬衣、1双棉鞋、肉、方便面、面粉分别给了一堆，白菜更是给了几百斤。上一秒邻居还惶惶不安，现在只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正在大家搬家的时候，杨思甜和龙小云过来了。哥，我们也要一起搬吧。你是副楼主，你不搬谁帮老孙管理整个小区？龙小云先不用搬了，留下这里做衣服。思甜，你先搬过去，等我把需要的衣服都做好了，拿了奖励就过来找你。这时候齐柔也进来了，满脸都是不情愿。大佬，小的舍不得你。老孙很仗义，你跟着他才有出路。我给你们1台发电机，放你们几个用。等杨思甜和齐柔走后，你拿出一堆布料给龙小云。这就是给你的任务，做好了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物资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传出去，哪怕只是传给1个人听，你们2个都得死。时间一晃1天过去，这天黄毛兴冲冲的过来找你。铁柱哥，你要的东西有眉目了，直升机是真不好找。我们炸调帮打听了很久，才打听到有个富商有意出这玩意儿，但是他们的要价很高。他要什么？大米1万斤，面粉1万斤，猪肉1万斤，蔬菜2万斤，羽绒服100件。行了，还是让富商直接饿死吧。确实离谱到家了。我们老大的意思先晾晾他，等他一家老小快要饿死了，自然不敢再矫情。您看您还需不需要别的物资？全城最大的图书馆应该没有人去，你们把书弄来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30斤1包方便面怎么样？物资匮乏的天灾之下，30斤1包方便面，那还等什么？黄毛满口答应，拍了几句马屁就赶紧跑。3天后，黄毛就带着大部队来了。铁柱哥，这里的书一共有2415斤，算2400斤，您付80包方便面就成。您这儿有称吗？当着您的面重新称一次。不用称，把书放在楼梯间就行。我手上没有80包方便面，缺少的部分用其他物资抵行不行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是物资都有它的价值，只不过食物的价值最高，您看着给就行。最后你拿出20包方便面、10把面条、15颗烂白菜，然后就是几10个硬馒头。铁柱哥，那名富商被晾了几天，他这2天坚持不住，终于松口了。我们老大让我问您，什么时候方便过去？明天吧。明天早上我去找你们。极寒即将结束，之后就是极热地震。你打算在极热结束、地震爆发之前出城。第2天早上，你开着战车，美滋滋的出发了。看到你开着战车过来，黄毛不禁吞咽口水。铁柱哥，您简直帅炸了！我也是运气好才弄到这一辆车。这就是我老大，炸调帮帮主杨子明。老大，这位就是铁柱哥。铁柱兄弟你好，我叫杨子明，富商家在城郊的茂华山别墅群，我们现在准备过去。好的。你开车带着黄毛、杨子明出发了。1个小时后，你们来到了一栋别墅门口。杨子明的脸都黑了，原来是碰到他们的死对头徐老三。铁柱哥，那就是徐老三，末世之中害了不少人，这家伙很可能也是冲着直升机来的。他们人都恐怕生意不好谈。今天我对直升机势在必得，无论谁也阻挡不了。杨子明，听说你牵线帮人买直升机，可刘老板已经答应跟我交易了。穿着体面的富商笑容勉强，明摆着是被威胁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徐老三的什么人，又拿你下作的那套来威胁人了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刘老板都没意见，轮得到你来说屁话？知道我在这儿还敢进来，正好今天收拾你。杨子明根本不把徐老三当回事，他看着刘老板说道：“刘老板，开个价，我背后的买家说了，直升机他要定了。”刘老板急得满头冷汗，他是谁都不敢得罪。徐老三明显更混蛋，宁惹君子不惹小人。看见了吧，刘老板都懒得搭理你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背后的买家说直升机他要定了，叫他滚出来给我看看，敢搅和老子的好事，老子现在就让他变成废物。你直接从背包掏出枪，将枪口对准徐老三。我刚在门口听见你说要把我弄成废物。兄弟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说着，徐老三带着小弟争先恐后跟着一起逃命。刘老板，说说你想交换的物资。我哪里还敢提交换什么物资？铁柱老板看着给吧。刘老板，天灾后就一直没出过门吧？我建议你出门走走，不用走太远就到山下，带上你的保镖一起。到了山下，你还有命活着回来，我按这份清单上的10倍给你。刘老板哪里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啊？只不过他还是不甘心而已。最后看到你的清单也是同意了，为了一家人活下去，只能忍痛割爱。就在你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你一看是一线明星张楚楚。帅哥，我们需要物资，想跟你做交易，我们需要一批物资，你能弄到吗？得看你们有什么物资作为交换。能不能跟我们去家里谈？外面冻死人了。不能，就在这里说。张楚楚的助理很气愤，旁边可是国内1线女明星，千万宅男心中的女神，请她去家里竟然被拒绝了。你给我们楚楚姐弄一批食物，我们楚楚姐可以给你签名。你准备转身就走，晦气！张楚楚眼睛都瞪大，这个男人是傻瓜吗？他的亲笔签名照片一直都很抢手。我可是1线女明星张楚楚，一张签名照外面炒到好几万，多少粉丝抢都抢不到。大明星，我跟你做交易吧，我用1包方便面换你1夜，你可愿意？张楚楚吓了一跳，与助理急忙跑回了别墅。第2天一大早，龙小云便兴冲冲跑到你的房间。铁柱哥，学坏了，天灾就要过去了，你快出来看啊！衣服做完了吗？信不信我扣你报酬？已经全部做好了。铁柱哥，你什么时候验收？你会吧？拿1件衣服给你当做报酬，边角料你自己看着处理吧。
缝纫机也给你。龙小云脸上写满震惊，能得到皮毛衣他都不敢想。铁柱哥，我可不可以不离开这栋楼？我想和你在一起。你确定？和我在一起可以，但是不能住在这栋楼。不过你想我的时候可以过来。你看着龙小云那张娇羞的脸，自己直接将其抱起来。看到这里，各位老板不应该来播666吗？盲猜下一集开头是什么？或是突然降临，邻居姐妹花敲响你的房门。你俩先去洗吧，我先休息一会。你俩好了叫我。10分钟以后，两个人出来了。七柔看到你精神不振的样子，铁柱哥，你今天行不行呢？我们两个怎么觉得有压力啊？果然，3分钟以后，两个人悻悻地离开你的房间。5天以后，老孙过来找你。台柱，我怎么看情况不太对啊？这天怎么往50度上走了？我估计是经历了极寒天气，极热天气马上就来了。之前极寒3个月，你说接下来会不会极热3个月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假设接下来极热降临，我们不但需要大量的水，还要囤大量的盐。台柱，我发现了一件很不好的事，有一帮人在咱们小区抢食物了。好的，我一会处理这件事。老孙走后，你直接打开你的喇叭，开始对小区的居民喊道：我是铁柱，我发现小区里掩藏着一帮暴徒，这帮暴徒不单想对我个人不利，还想朝整个小区的所有难民下手。现在谁把这帮暴徒揪出来，我就奖励他1吨水。不出5分钟的时间，这帮暴徒团灭被全部捉住。你也是很痛快的给了1吨水。没过多久，黄毛开了，你到楼下，黄毛给你弄了一辆摩托车。铁柱哥，怎么样？这可是最好的山地摩托，在复杂的路况都能跑得飞起，没有路也能闯出一条路来。还有没？不会就1辆吧？就算没有也得有，只要哥想要，我们一定办到。有好东西你只管弄来，你这次想换点什么？现在最有价值的还是食物和水，现在盐的价值排第3。我老大又抑郁了，收了一堆钱和金银首饰，现在正在家抱着哭了。哥，你能弄到水吗？先来5吨行不行？你得准备装水的车辆，我这可以给你。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回去就开过来。黄毛的动作很快，2个小时后就开来了一辆洒水车。你小子还挺着道，以后有好东西尽管拿来。铁柱哥，您放心，只要是好东西，我们炸调帮一定优先供您先挑，你挑剩下再给其他客户挑。你得帮我找个人，找个资深直升机教练，不是专业教练也行，物资抵学费，保证不会亏了他。没问题，我回去就帮哥打铁。没几天，黄毛又弄来了几辆山地摩托车，还带来了一位老头。哥，这位是白大爷，他说他会开飞机。你是招驾驶员，还是只是学习驾驶呢？学了自己开，大概要学多久呢？通常情况下，想要完全掌握直升机飞行技术，至少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。我没那么多时间，最基础的飞行技巧需要多久？1星期行吗？行是行，很多技巧只能等你实践飞行中慢慢摸索了。黄毛见没他的事了，就主动开溜了，留下你和白大爷交谈。正在这时，来了几个搜救队的人。赵先生您好，我姓何，叫何有光，我们想征用您的直升机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不方便。赵先生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一个小队去航城运水，原定3日归，但现在已经过去了5天，我们想借你的直升机尽快查明真实情况，以便接下来的行动。磨城到航城只需要2个半小时不到，难道是出现了团伙阻拦？你其实打心底是佩服这群人的。你们开走吧，记得还给我就行。太感谢您了，您放心，3天之内我一定如期将飞机归还。但是我们还得去找一名驾驶员。还找什么呀？我不就是现成的驾驶员吗？那感谢白大爷了。小龙，你先带着兄弟们回城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现在马上启程去打探兄弟们的情况。白大爷带着何队长走了。3天过去，你连直升机的影子都没看见。何队长和白大爷仿佛失踪了一般。这时，那个叫小龙的队员来到小区门口。铁柱先生，我们刚收到消息，何队长他们被一帮团伙给扣起来了。啥玩意儿？不是只借直升机飞一圈打探情况吗？在天上飞还能被扣起来？铁柱先生，我来不及跟你解释，我们得马上带着我们的人前往千岛湖营救队长。我就是来给你打个招呼。带我一个，我和你们一块去。你也顾不了那么多，直接返程。自己的直升机被扣了还得了。赵先生，这车子你哪儿弄的？偶然间得到的。咱们先去救你队长吧。到了一栋别墅门口以后，你吩咐小龙都隐藏起来，自己一个人大摇大摆出来，告诉你们老大生意上门，赶紧端上好酒好菜，真是热死小爷了。别忘了来杯可乐加冰。兄弟，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就你也配跟小爷称兄道弟？小子，装 X 也不看看地方，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你废话真多，不就是一帮匪徒吗？要不是你们有点势力，小爷我还看不上。小子，你最好是来谈大生意的，否则后果你难以想象。你一副天下我最狂的架势，从裤兜掏出一颗新鲜的橘子，砸到对方脸上。小瘪三，再指指点点，老子劈了你！你们老大也不会说半个字。所有匪徒的眼睛都瞪直了。橘子，天灾之后水果都烂光了，想尝一颗水果比登天还难。不一会儿，小头目带来了一名中年男人。二哥，就是这小子说做生意。小友，听说你是来找我们做大生意的？这就是你们基地的待客之道。大热天儿，把人晾在大门口谈生意。小友，里面请。大哥，就是这位小友谈生意。小友贵姓？姓赵，赵铁柱。你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华子，所有人心中惊讶不已。你就是证明我很狂很傲，但物资不少。怎么样，生意还谈不谈了？不谈我可要走了。又不是只有你们这里才有我要的货。
铁柱兄弟莫急，生意上门我们自己热情欢迎，就是不知道铁柱兄弟想从我们基地要什么货。我一个嘎腰子的，还能要什么货？要人呗，年轻的女人。说着，老大递给你了一沓照片，你看过以后紧皱眉头。你们不是号称城内最大的基地吗？你们基地里的就这成色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你不是说要年轻的女人吗？她们就很年轻了。兄弟，格局打开一点，颜值啊！兄弟一路过来辛苦了，不如咱们边喝边聊。早该如此嘛！什么生意是一顿酒谈不下来的？如果有，那就2顿。2个小时后，你被人扶往房间。咱们继续喝不醉不归。小爷手里的物资多到堆成了一座山。正说着，你就倒在床上不省人事。老大确定你睡死过去，这才赶紧搜包。好家伙，华子整整2条，包里还有苹果和几个橘子。这鬼天灾，你竟然搞得到完好无损的水果！最重要的是，包里还有一本笔记本，本上写着你的物资储备和声明。把物品还原，老大轻手轻脚的退了出去。第2天早上，你出来以后，老大立马笑脸相迎。老板口渴吗？我去给您端一杯可乐，加冰的那种。听说你们基地是杭城最牛的基地，小爷亲自跑这一趟，原以为能谈下一笔生意，没想到白白受累了。您要的货咱们基地有的是。你们不会是说之前那些歪瓜裂枣吧？疯了吧？就那成色，运到基地的本钱都不够。我那里可是真正的大基地，比你们这里强100倍。老板，缅国那边没发生天灾。年轻了吧？天灾又怎么了？天灾只是普通人的天灾，真正的大富豪根本不受多大影响。这么说吧，普通人没有吃喝，但我的那些大客户照常开泳池派对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老板，您别急，我们基地真有你需要的鲜货，都关在一座岛上。关在哪里？快带我去看看。颜值怎么样？为啥之前拿残次品糊弄我？铁柱兄弟误会了，我们绝对没有糊弄你的意思。铁柱兄弟，如果我们为你供货，你用什么物资跟我们交易？那得看你提供多少货，我总不能拿翡翠这种破石头来交易吧？这样吧，我手头有一批白菜和水，白菜是新鲜的，要吗？可以可以，也就是我没把家里的直升机开过来，不然我真想现在飞一趟磨城，把白菜拿过来放在你们面前仔细瞧瞧，正经的新鲜的，正好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实力。小爷很狂很傲，那是绝对有资本的。你还有直升机？直升机算什么？我在缅国连军队都有，不然我能这么狂？你内心一笑，吹牛自己这次可是放开了。这帮人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。有机会带各位去我地盘上玩玩，直升机算什么？我平时出门都开坦克，高兴了打1发，不高兴了打2发。你越吹越离谱，偏偏这帮人就信了你的邪。真的，你还有坦克？开着坦克炸街是什么感觉？那还用说，坦克一出，10乡8里都得给小爷让路。你是没看见那些女人，有一个算一个哭着喊着要嫁给小爷，还有我的直升机，只要是能配置的装备都装上了，6根管的机枪一扫，成年大象都打成筛子。所有头目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你觉得这牛吹的自己都快醒了。于是你就带着这些女人走了。走到半路以后，正在暗处的小龙出来了。铁柱先生，这批女人怎么办？让他们自己走吧，我们也算救了他们一次。这时其中一个女人走到你面前，你们的目的是不是想救关押在基地里的人？如果我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你，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物资？从这里进城还要走半天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秦思雨。打发了秦思雨以后，小龙直接开口问道：铁柱哥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回落脚点猫着，2天后按时前去交易。大家别急，一口吃不成胖子。2天后正式进入基地，这次你直接带着小龙等人来了。酒过3巡之后，你们这点不错，极热之下赏的是落叶秋景，我真想四处逛逛，可惜没把直升机开回来。直升机咱们基地就有，只是没人会开。你们基地有直升机？早说呀，小爷我会开。那还等什么？让小爷我带你飞一圈，小爷带你绕着整个千岛湖飞一圈，怎么样？好，从上往下看的感觉真好。你就是见识太少了，这就是一架直升机。黑鹰差了几万里。黑鹰太霸道了吧？你怎么会有那玩意儿？年轻了吧？小爷我这地位，什么东西弄不到？老大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趁着吹牛的功夫，一直观察着地面上的那些岛屿。老大，那个岛是什么地方？实不相瞒，老弟，那是我们基地关人的地方。那天他们只是来拉水，我叫来半个基地的兄弟把人家给围了。就在我们准备拿人的时候，这架直升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，我们利用扣押的人逼迫直升机降落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想不到你还挺有手段。老大，你下辈子做个人吧。说完，你直接一脚把人踹出去，一套动作快如闪电，行如流水。踹完你就去那座岛救人了。白大爷一看喜出望外，我就说是谁把直升机开得歪歪扭扭的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原来是你啊！技术这玩意儿够用就行。何队长，这次该你们动手了。5个小时后，这帮人被何队长消灭了，当然里面的物资你也全部送给他们，毕竟人家做的事情让你或是突然降临。高冷女神来到你的房间，今天我没有来晚吧？不知道上次你怎么回事，180秒就完蛋了。就你话多，我还不知道吗？
赶紧去换个衣服。果然，再次你超常发挥，3分半骑柔离开了你的房间。完事后，你开着自己的战车出门面基，别人末世都是找物资，你却末世去见网友。第二天，当你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黄毛正在小区门口等你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光明帮最近四处扩张地盘，不服他们的都被抓了。我们小区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家大门他们打不开，他们就把你天台上的水塔全部搬光了。老孙他们也被抓走了。现在的小区是几个混混说了算。那帮人的情况你了解多少？都是一帮富二代，5、60人，但他们手下的人多，200人左右，有武器但不多，只有几只。岂有此理！你不过是出去面了个鸡，最可恨的是还被照骗了，没想到竟然被偷家了。你来到这个光明帮的总部，一路从门口打进去，最后来到他们老大的会议室，一个穿西装小白脸在那。你到底是谁？竟然敢闯我光明帮的总部！我就是江湖上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，人称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迷倒万千少女，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玉面小白龙赵铁柱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你要不放过我，我爸绝对饶不了你。我管你爸是谁，耶稣今天都留不住你。我说的。你上去直接一拳将小白脸打飞。半个小时后，你找到老孙等人。铁柱，你终于来了。现在没事了，老孙，你带着人先回去，我把这帮人收拾了再说。好的，那铁柱你自己小心。你经过搜寻以后，意外发现了一个大仓库，里面真的什么都有，牛肉、板鸭、香肠、脱水蔬菜等，都是经过真空包装，被很好的保存下来。不愧是有钱有势的一帮二代，正宗的大米囤了上千斤，还有一间专门的冷藏室，矿泉水也有几百桶。你将这些物资全部收进空间，太阳能发电板、家用发电机也收走了。当你回到小区以后，齐柔一眼就认出了你，哇的一声哭道：“大佬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他们不是人，红姐为了保护我们，对。”不得不说，经此一事，大家真正见识了末世的残忍。好了，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一会让老孙给大家安排一顿大锅饭。你这次的行动，让一些帮着富二代的帮派连夜收拾行李逃向别的去求生。可是你做的事情被传到救援队的耳中，就是你之前救过的那个救援队。此时和队长义愤填膺来到你们小区门口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帮派都没了，还用这等残忍的手段，这种事必须严肃处理。谁是这里的话事人？何队长，别来无恙。铁柱先生，这小区的话事人不会就是你吧？光明帮的事情你干的？来，向我们的何队长一五一十的讲讲这些不是人的烂货的罪行。我不听，有暴徒作乱，你应该把人交给我们处置，你私自处决怎么可以？咋的？你要把我抓起来？只要你不反抗，我们只负责抓你，其余的人我们不会管。你不怕方圆3公里发生大暴乱，你就来抓呗。这时，简单走访群众的小龙回来了。小龙凑到营长身边说道：“队长，我们问过了，铁柱先生真的是出于自卫，咱们真把铁柱先生抓走了，这一带又要乱起来，到时候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。”何队长左思右想，当众警告道：“赵铁柱，仅此一次，再有下一次，我必当场将你带走。”何队长走后，黄毛这个人精很快就带着大量的物资跑来报大佬：“哥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回来以后，附近打歪主意的那些垃圾都跑光了，这一带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全，我们做生意都放心了不少。这都是哥足够威武霸气。我对哥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”行了，别贫了。哥，知道您的水塔没了，我想了好多办法，搞来了几个，还有2个铝合金的，不怕暴晒，不怕生锈。冲这一点，你觉得黄毛还是很有心的。这次你想换点什么？水就不要提了，没了。看您说的，我自然知道您缺水，想换点方便面、面条、面粉什么的，您看行吗？最近找到的好东西只管往我这了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再收一段时间我也不收了。哥，放心吧，您就是我们的至尊客户，我们炸掉帮竭诚为您服务。对了，哥，市中心的广场建立了交易市场，傍晚开市2个小时，全城的难民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去那儿交易物资，您要是有空可以去那儿转转，指不定能找到一些合心意的物件。我昨天看见有人拿出一只青花瓷的花瓶，这玩意儿在天灾之前都是掖着藏着，也就当下这种环境，我这种人才能大饱眼福。你一听还真有几分兴趣，要不是黄毛讲这种事，你都不知道组织上建立了交易市场，空间里的物资多的是，10辈子都用不完，还不如趁机拿最差的物资换一些古董，将来往安全屋一摆，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末日降临，极热来袭，此刻杨思甜来到你的房间。铁柱哥，你不是说带我去市场转转吗？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你看到杨思甜那样子，想起来有一种爱叫深度。等咱们交流完以后出发。10分钟后，你带着杨思甜就出发了。你停在一个贩卖古董的摊位前，上面摆放着几件古董字画，摊主是个满头白发的中年男人。这位兄弟，这幅荷塘翠鸟可是真迹，被我珍藏多年。10多年前，我在香城花了4000万拍下来的，回来又经过不少行内人士的鉴定，都说是真迹无疑。怎么卖？100斤米价1斤盐，或者10吨水也行。你这价太夸张了吧？现在市场上的盐一克难求，1碗水同样难求。你要真心用它来交换物资，这价格至少得降到1%。1%？摊主一听，顿时觉得晴天霹雳。大爷，说句不中听的，现在钱都是废纸，再名贵的字画也就是废纸1张。你一下砍我99刀，是不是也太狠了点？做生意嘛，你坐地起价，我就地还钱，扯皮很正常。
1斤米加1两盐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当初花了4000多万，现在就值1斤米1两盐，找谁说理去？说实话，古董字画这种东西，全城恐怕也只有我肯收。你要是想好了，跟我打个电话，到时候我再来。又逛了一圈，整个市场就没有有用的东西打道回府。当晚老孙就找过来，台柱，你今天来交易市场了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呢？看你忙不过来，就没打扰你。正当你和老孙谈话的时候，你的电话响了，原来是今天那个卖古董的打来的。他家里好像还有不少古董，估计是听说了你的实力，希望你把他的货全部拿走。现在末世也就你这种随身携带空间，同时拥有10辈子吃不完的物资的人，才有兴致收藏1、2。你直接给对方报了价，这就是我的心理价。你有2天的考虑时间，每多拖1天，粮食行情只会对你更不利。或者你也可以找其他顾客谈谈。第2天一大早，黄毛拖来了红木家具过来。哥，这些餐具绝对都是高档货，不是高档货我都不敢往您这儿拉。你就不能找点像样点的物资？哥，这一整套神圣咒马帝国的纯银餐具，你一定要留下。这是我老大从一个罗马老那儿弄来的收藏品，反正听说是什么皇室专用，很牛的样子。这套我收下。说吧，想换点什么？哥，这次我想换点原型吧。叫你们帮派的人去器材代理公司逛逛，搞点新鲜点的物资给我，别成天家具、瓷砖、水泥，我又不当建筑商。好的，这都不是问题。哥，潜艇你要吗？我们老大让我问你有没有兴趣，有的话他帮您联系男人。潜艇？你足足愣了3秒，觉得自己脑子瓦特了，自己的思维被空间里的海量物资给腐蚀了。潜艇这种级别的逃生装备，怎么能不想尽办法弄一艘？让你老大去帮我摸摸底，合适的话潜艇我收了。不愧是哥，连潜艇都吃得下，我这就回去告诉老大，让他尽快跟那边联系。第2天一大早，你就和黄毛还有他的老大杨子明找到了那个潜艇的老板赵老头。可是你却发现赵老头的儿子赵二蛋在杂物室关了好几个女人。赵哥，你这儿子做法有点不妥呀。虽然你们现在可以自保，但是也不能限制别人啊。我做什么用你管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就别管我不客气了。说罢，你直接从空间掏出枪，对着赵二蛋。关在杂物室的难民放出来，少一个我就送走你俩。你别乱来，我儿子要是有事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你直接给了黄毛一个颜色，黄毛也是很懂，直接上去就给了赵二蛋一巴掌。最后赵老头只能乖乖把人都放走。生意归生意，你们的潜艇我不会白白拿走，该给的物资一样不少。但是如果发现你们在做这种事情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最后赵家父子只能乖乖答应。杨子明也对你高看了许多，没想到末世你是个有正气的大王。末世降临即热来袭，当别人还在为一瓶水发愁时，你却用上百桶矿泉水加上超大冰块洗澡。没办法，谁让你拥有空间戒指？正当你准备来个狗刨式泳姿时，对讲机响起老孙的声音：台柱，呼叫铁柱，门口来了一帮人，是附近几个小区的，他们说想买你的洗澡水。现在水严重短缺，很多人一天连口水都喝不到。正当老孙给你汇报时，旁边就有人催促道：老孙，你赶紧帮我们说几句好话，再等下去游泳的水都蒸发干了。让他们排好对我放水，一人送1桶。没过多久，你那洗澡水就被分完了。那些来晚的后悔不已。正当你准备找汽油探讨工作时，老孙带着白大爷过来了。铁柱，我是来告辞的。我有2个儿子，一个在宁城，一个在京都。宁城的小儿子希望我带着孩子去投靠他，他在救援队工作，各个方面比普通人强。饥寒刚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想去找他，只是那时候手里没物资，幸亏遇到了你，现在物资也有了，我准备这2天就动身，特来告别。宁城救援队？我小儿子只是救援队一名普通队长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这样，你在家等我2天，我可要走一趟宁城。极热之后大地震就要来了，必须为你身边的人做好准备。白大爷走后，你就对老孙说道：接下来我们要搬去宁城。怎么突然决定搬去宁城？全城过得最滋润的就是你，想不通为什么突然决定搬家。我们都搬家去宁城，并且先不要进城，暂时就在城外找个地方住下。你回家跟他们商量一下。台柱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突然就要搬走？是不是你得到什么消息？城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这些本本分分的人很危险。你照着做就行，很多事情我没办法给你解释。老孙心情复杂，沉默了好久，走的时候才缓过神。晚上你准备了一封信，第2天你就找到救援队和队长。我认识一个退休的地质老专家，他在临死前托付我，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救援队。我就认识你，麻烦你帮递上去。地质老专家信里写了什么内容？没看，很可能是自然灾害一类的预判吧。在他弥留之际，一再叮嘱我半个月之内必须离开城市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这位地质老专家叫什么名字？他交代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，恕不能奉告。告别了何队长之后，你就回去了。没多久，黄毛就过来了。哥，听说你要去外地，以后都不回来了。谁告诉你的？昨晚给老孙送物资，听他提了一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老大交代过了，不准把你要走的消息散出去，否则这一带很快就要乱起来。确实，城里人多，每天乌烟瘴气，我不缺物资，想到处走走，有机会也许还会回来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哥打算哪天走？还收物资吧，我赶紧多拉2趟。你尽管拉来，收了今天明天就不收了。
我后天走。然后黄毛又跑了5、6趟，五花八门的物资中，送完今天的最后一趟，你叫住了黄毛。你干这行认识的人多，回去帮我多找几个电焊工，明早过来给我车子外壳加点料，只工作1天，报酬是每人2斤土豆、半瓶水、1两盐。第二天大清早，黄毛带着10几个人来了。你拿出一张图，图上的车辆外壳包了一层铁刺，仿佛是一头野蛮霸道的钢铁刺猬。末日战车，你们能打造吗？10几个工人一看，工程量很大，但只要材料齐全，绝对没问题。10几个工人马上开始作业，都是一些老手，根本不用人指挥。到了中午，10几个工人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有人闻到了方便面独特的香气。谁家在泡方便面？现在人人缺水，水用开水泡方便面，多奢侈啊！大家歇会儿，把饭吃了再忙。 10几个工人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本来就是一帮老实厚实之人，老板大方，他们干活自然更卖力。到了凌晨12点的时候，3辆末日战车出现在你眼前，绝了！太霸道，太野蛮了！开着这玩意儿出城，别说团伙，连鬼都躲着车子走。要是运气好到爆棚，什么体验？你拥有空间戒指，掌握亿万物资，身边的女神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此刻正当你和杨思甜聊天时，老孙这个大灯泡来到你的房间。原来你准备带着老孙等人去宁城，老孙现在却反悔了。腿住！我们整整商量了2天，决定留下来。按理说他们知道你是大腿，应该时刻抱着不放才对。主要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进城，大家都还有亲人亲戚，他们觉得留在魔城团聚的机会更大。他们不愿意走，我就走不了。那帮邻居亲朋好友也许还活着，他们心中有牵挂。这是天灾降临之后，你第一次羡慕这帮邻居。但我们会搬出小区，去郊区找几间平房住下来，我们会相安无事，你放心就是。尽量找开阔的地方，搭几间草屋就行。如果有一天情况有变，你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出发去宁城。我们后会有期，你独自在外一定要保重。老孙这时拿出几包盐，我们也没什么物资拿得出手，这几包盐是我们的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人非草木，要说没处出一点友情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东西你收回去，你回去叫大家到停车场等我。既然你们不走，我给你们拿点物资。还拿什么拿啊？出门万事难。你听我的，我不差物资，行李多了上路反而麻烦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地下停车场所有人都来了。汽油见到你哭得稀里哗啦。大佬，你真的要走吗？我舍不得你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去那边探探路，过一阵我就回来了。你拿出一大堆物资，分给了这些左邻右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白大爷开着直升机带你去宁城。等到了宁城门口，有一个救援队的人。小同志，我是你们白队长的父亲。你说你是白队长的父亲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最近涌进城的难民，一个个喊着自己是谁谁谁的亲戚，上当多了，现在变得非常谨慎。白大爷从包里掏出证件，大伯，我们接到过命令，如果在郊区遇到您，第一时间护送您和家人进城。小同志辛苦了，护送就不必了，过了这里应该就安全了。白大爷，我就送到这儿，我接下来会去几个地，有事咱们再联系。好，你人生地不熟，有什么事记得来找我，我想办法帮你解决。和白大爷告别以后，你就决定去宁城的市场转转。在这里，你结识了一个叫田超的人，号称宁城的万事通。饥旱的时候，霍家是这里比较大的家族，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批火器。霍家是做什么的？霍家田在前是渔业大亨，不但拥有几十艘渔船，还有家全省前3的海货工厂。再后老头一死，3个儿子为了家产打得不可开交，渔船停靠在码头吹风，连工厂也停了。霍家不仅有火器，还有渔船和潜艇。走，找个馆子坐下，你慢慢说给我听。我的哥，现在粮食都没，哪里还有馆子？两人找了一个小巷子，由于极热，田超热得汗流浃背。你掏出一罐冰可乐递给他，你仔细给我讲讲霍家的情况。饥旱结束，3兄弟怕被清算，把火器都藏了起来。大家都说肯定是藏在海底，至于到底藏在哪里，恐怕只有他们3兄弟知道。你心里有了小算盘，不管霍家3兄弟藏在哪里，你都要把他们找出来。潜艇又是怎么回事？几年前，国产民用潜艇出现了，3兄弟弄了一个。霍家在哪儿？您昨天在崖边看见侧对面的落入山了吗？落入山的山脚下有一座单独的小岛，那里就是霍家的别墅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舅老爷是中医，他那有种子吗？应该有点，要不现在咱们去看看。到了田超舅爷的家里，你发现一个老头坐在那里。大爷，您是老中医吧？坐诊几十年了，前些年前来问诊的病人多，后来1年不如1年，去年就开不下去了。保重身体吧，会有你大显身手的一天。中医早就没落了，比我更有本事的同行无奈提前退休，还有一些被高薪挖去了外国。会好起来的，总有一天你们会被重新重视起来的。当天晚上，你来到了落如山附近，不远处有一栋别墅。当你走进别墅的时候，从里面传来了吵架的声音。我是长子，家业本来就应该由我继承。你除了按摩还会干啥？我才是爸心中的继承人。自古以来都是长子继承家业，兄弟姐妹拿分红过日子。你还来封建社会那套？现在是谁有能力谁当家。大哥二哥，你们2个争来争去，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你们2个争了这么久不累吗？听听我的意思吧。分家，黄队长每隔2天就来岛上，除了劝说我们同意征用渔船的事，还有那批火器的事。老子就不同意征用，怎么着？至于火器，有本事他们再来找啊！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是他们自己没本事找出来。你陷入沉思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也就是说火器就在岛上。整个岛上有什么地方是不搜查的呢？总不藏在祖坟里吧？
突然你茅塞顿开，叫爸爸，快点叫爸爸，要不然屁股给你打开花。爸爸，没错，眼前这个高冷美女最终还是听话了。末世降临，你拥有亿万物资，高冷在你面前真的一文不值。和杨思田简单的交流后，你突然想到，昨晚蹲墙角听到霍家三兄弟的对话。经过你分析，一大批火器很可能就在他们的祖坟里藏着。于是你开着末世战车来到三兄弟的祖坟，拿起工兵铲埋火，花了半个小时，挖出了一个大箱子，打开一看，一大批崭新的火器整齐摆放着。子弹就有了100万发，以及几千发炮弹。你大手一挥，直接放入空间戒指之中。你还收走了那架大型直升机，就连每艘造价上千万的大型远洋渔船，现在也被你收了几艘。1个小时后，你直接来到了白大爷的家里。铁柱，这2天你去哪了？我就附近转了转，看了看周围的情况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要去外面找你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听我儿子的意思，好像不久可能会发生大地震。为了全城百姓着急，准备从后天开始，陆续将城里的居民全部转移到郊外进行安置。你没说话，难道是自己的那封信起作用了？但幸存者中不缺乏冷人，也可能他们监测到了大地震的信号。你就在家里住下吧，到时候跟我们一起撤离，也许不会发生大地震。多余的行李我都赖得收拾，说不定过几天就可以搬回来。天灾难测，还是把行李都拿上吧。不把行李都带上，将来连穿的都没有。说完，你就和白大爷告辞了。其实你这趟过来，就是看看白大爷这里缺不缺少物资。毕竟白大爷人不错，最主要2个儿子身居高位，说不定以后还要用到。时间又过去1周，原本平静的地面突然开始震动，果然大地动还是来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地动终于停止了。你坐着直升机在开始观景，突然发现陆客至少有几百上千只，应该是地震引发海啸。恐怖如斯的自然灾害席卷了某座港口，将港口上的一部分集装箱冲到了这里。你赶紧降落查看情况。真的是什么都有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这里没的。前后花了10天时间，你才将所有集装箱整理好收进空间。突然你有种一夜暴富的感觉。此刻突然想起，也不知道老孙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白大爷、黄毛以及小龙10个精神小伙，最主要的还有你那几个末世女神，即使他们都还活着，肯定也在成天为生计发愁。你决定前往城区看看。在这里找了没多久，你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小龙，你没死啊？好歹一起扛过枪，就差一起找个牛，你咒我死是几个意思？官方基地需要救援队维护秩序，又把我们从救援队基地抽调了过来。你直接从包里拿出水果和华子，递给了小龙几个人。几个月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的毫无人性。你还记得小区的老孙吗？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们。我没有遇到，等我以后遇到了就告诉你。你去救援队基地问问吧，兴许人都在那边好好的。那行，我现在去救援队基地寻人，有空了就会过来找你们。到了救援队基地以后，没过多久你就遇到了老熟人白大爷。白大爷，铁柱，你还活着？我就知道你小子有本事让自己活下来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来找我？我刚刚过来，是来寻人的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叙旧，我得赶紧去送药。你一看白大爷这神情，就知道不是小事。给谁送药？家里谁生病了？你大娘病了，现在没有药。幸好我在家里的角落发现这个，我现在送过去试试。你拿过白大爷手中的药，早就不知道过期了多久。您老别急，我身上刚好有1盒，等下问问医生还缺什么，我尽量去找。白大爷看着被塞到手上的盒子，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。2个小时后，你见白大娘没事了，就悄悄离开了医院。你在路边靠着车，想着老孙他们，思考着去哪里找他们。老公，听我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吃草莓尖尖。老公，没错，末世降临，曾经的高冷女神都恨不得和你深度绑定，可是你坚持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原则，你只喜欢有容乃大。此刻你正在路边靠着车，想着其他女神经历了这次大地动，他们到底怎么样了？这时有几个人走到你的面前，一个个穿的人模狗样，一看就是2代。你是招铁柱？怎么有事？我管你是招铁柱还是王铁柱，到了宁城什么名号都不管用。识相的把你这辆车主动送给我。小子，这位可是咱们张公子，官方基地一把手的公子，他能开上你这辆破车是你的福气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哎呦，张公子，久仰大名，喜欢我这车，拿去。早闻张公子大名，我一直想跟您认识一下。走，我带您去试试这辆车的性能。2个人上了你的车，感受着巨无霸的霸道引擎，你将车子开进树林，突然刹车。半个小时后，你一个人开车回来。至于那张公子和小弟，你当然是直接送走了。从来只有我抢人，敢抢我的都成了死人。你刚下车，白大爷就激动的上来拉人。铁柱，你怎么招呼不打就悄悄走了？找你半天找不到，去家里坐坐，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也不好推辞，跟着白大爷来到家里。大娘现在怎么样了？病情稳定了，儿媳妇在医院照顾着。差什么只管跟我说，我这物资多，没有的就想办法找人交易。铁柱，好孩子，你已经帮我们家太多了，欠你的恩情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您老太见外了，怎么说也算师徒一场，我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什么师徒？当初教你开直升机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白大爷，我准备建造一个私人基地，但是现在手里没有人，你方便给我介绍几个懂行的吗？这都不是事，我现在就把他们叫过来，你给我等着。白大爷准备出去的时候，这时小儿子进来了，你赶紧在家招呼一下铁柱，我出去给铁柱找俩人。好的，您先忙去吧。白大爷走后，他的小儿子白队长说道：“
铁柱，一直没来得及当面感激你，现在又是你救了我母亲，大恩不言谢。往后有任何事只管找我。白队长，有可能的话，我真得请您帮的忙。你只管说，只要能帮得上忙，我一定办到。救援队基地有军舰、潜艇吗？白队长一听，眼神越来越犀利，就知道你是想搞私人基地。我的意思是，基地有没有退役军舰，或者目前负担不起的潜艇？我用物资交易，且保证枪口不会指向自己的同胞。铁柱，先不说这些东西涉及到机密，就算可以交易，你知道需要多少物资吗？我们之前收缴了一架鹰降的黑鹰，武器都拆了当普通运输机使用，它不涉及机密，我们开价500斤粮食，你怎么说？这样，你们把武器还原，我付1000斤粮食。你认真的？哥，你都说了黑鹰不涉及机密，还有比我更好的买家吗？黑鹰没问题，但热火器肯定不行。您帮忙周旋1、2呗，到时候黑鹰给白大爷驾驶，他是您的父亲，总不可能向自己人开炮吧？最后和白队长谈妥，你用1500斤粮食拿下。这时白大爷带着俩人走了进来。退住，人我带来了。这位是老李，曾经被普为最年轻的舰长。这位是老姜，但凡是路上跑的都难不住他。2位，我那儿白大爷也没去过，具体怎么好，只等你们眼见为实。没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半个小时后，你驾驶直升机返回，带着几个人出发了。顺便你也带小龙过来了。3个小时后，几人来到你的基地，白大爷等人被震惊到了。天啊，山谷竟然有绿植，简直不可思议！我已经快3年没看见过一颗绿植，而这里的绿植不是一颗，绿油油的一片，怎么看都赏心悦目。铁柱哥，你果然是个狗大货！我跟你讲，你就是打死我也不走了。几个人又逛了半个小时，来到了你的施工现场。挖掘机、耕地机、切割机一应俱全。我的天，这肯定幻觉，疯了吧？怎么什么东西都有？这里地势特殊，是隐居不二选择。来的路上您各位也看见了，很多人已经在往这里跑，早一天立下规矩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白大爷点点头，若不是生存太难，谁愿意活得不仁不傻？仓库里就有一大批中药材的种子，可惜这个我是真不懂，一直不敢种，就怕浪费种子。在这里过了2天，白大爷4人已经待不住了，坚持表示尽快回宁城，他们想早点回去，带上家人一起来这里生活。要老公，叫了给你一袋方便面。老公，我的好老公。你没有产生幻觉，曾经的高冷女总裁，此刻也得乖乖地站在你面前。末世降临后，拥有空间戒指的你掌握物资无数，但是让大家都过得好才是你的追求。此刻你带着白大爷等人来到你的基地，让他们见识了一下什么才是大佬。把集装箱改造一下，我培育一些秧苗装进去，一会运回给大家种植。集装箱的重量需要大型直升机起吊，而且非常消耗燃油。这都不是问题，我的2架直升机随时可用。就这样，白大爷和你1人1架直升机，直接带着2个集装箱回去。基地发现空中有2架黑鹰直升机，立刻喊话警告。白大爷中气十足，霸气回复：我是白云飞的父亲，货箱中是珍贵的红薯秧苗，立刻通知相关负责人，尽快派人过来接手。所有工作人员都震惊到，红薯秧苗，这绝对是最珍贵物资。集装箱刚落地，全场欢呼，绿植、绿色充满了生机，代表着生命和希望。他们已经很久没看见过如此美好的颜色。前来围观的群众一个个湿了双眼，一位老人热泪盈眶，激动说道：老白，这么多珍贵的秧苗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你们别管我哪弄来的，赶紧带回去种植，这样咱们才有希望。白队长收到消息赶过来，等他赶到的时候，只看见最后一批秧苗被运走。白队长将你带到一边。铁柱，我们已经开会讨论过，黑鹰没问题，但进度一直卡在火器上。1500斤粮食在外面，能成就成，不成就算我送给大家的。至于1万颗红薯秧苗，只是我的一点心意。铁柱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送走白队长后，你带着小龙来到末世战车旁边，小龙眼冒绿光，差点流口水。本来好心把巨无霸给你开一圈，毕竟以后就没机会了。既然你让我开，那我就带你转转。小龙一把抢过车钥匙，什么你开还是我开，咱俩谁开都一样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走起。你坐在副驾，一路被颠的头晕血，这家伙开车比你还猛。正当你俩溜圈之时，半路上却遇到了一个自称炸天帮的大胡子。炸天帮有一个田超，你认识吗？田超他去看他舅老爷了。田超的舅老爷是老中医，帮派里谁有个身体不适，还得靠老头儿呢。没想到田超的舅老爷也在这里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不一会，田超被紧急叫回。等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激动的手舞足蹈。老板真的是你啊！你还活住，简直太好了！终于找到你了。对了，我正在筹备基地建设，物资齐全，环境比这里好100倍，但很缺会种植草药的老中医。你帮我问问你舅老爷去不去？老板，我能去吗？当然可以，我那边正缺人手。如果你还想干老本行，整个市场都是你的。田超连基地的影子都没看见，已经兴奋得面红耳赤，他对你有种盲目的崇拜。1个小时后，你再次见到田超的舅老爷。老板，您当初收购的中药材种子一直没丢？一粒都没丢，只是不懂种植，一直保存着。老板，你的基地在哪里？大体情况怎么样？我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去哪里都行，但老伴儿和家人还有田超这小子……你明白对方的意思，他很愿意去种植草药，但又担心家人的温饱。你为了让老头安心，提起救援队基地的白大爷等人。我那儿若是不好，他们又怎么会带家人一同前往？
老头眼前一亮，这3位曾经可是大人物，眼界不是他这种平头老百姓比较的。那行，我办完这边的事情就去找你。双方约定1个星期之后碰面。你走出田超家，突然想起魔城的黄毛，那家伙比田超还要激烈，成天歌长歌短的叫着，也不知道活没活着。你回到救援队基地，刚到大门就看见3位大爷在那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铁柱，出事了，我给你惹麻烦了。出什么事情了？之前回来的路上，你不是说我们可以叫几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吗？3位大爷刚到家，就分头行动去找各自的3、2个好友。拖家带口的搬家不是小事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他们是3位大爷的朋友，但他们也有其他的好朋友。一夜之间，队伍突然多出了100多号人，这下子3位大爷才意识自身不够慎重。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这算什么事？突然多了100多号人，还不算大事吗？那我问你们，这些人的人品怎么样？他们的家人修养怎么样？这个没问题，都是本分人。在等你回来之前，所有当家人就凑在一起保证过，谁要是拖后腿甚至不干人事，直接将全家撵到野外，绝无怨言。都是本分人，又有退休人员，这是给我的基地添砖添瓦呀。3位大爷一听，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。那么高大，为什么找我这样矮小的女孩？我可以随时请你，你却做不到哦。没错，能让曾经的高冷女神对你如此贴心，不仅是因为你情商够高，骚话连篇，最主要的是末世降临，不得不依附于你。此刻你正在和白大爷等商量如何往基地去。这么多人，直升机的飞多少趟啊？一趟趟的飞付出的代价太大。没事，我在海边藏了一条渔船，造价1000多万的那种。你趁机请教白大爷，想向官方基地借队员之事。借队员肯定不行，毕竟你这边是私人基地。除非你这样。又等了几天，白大爷的儿子白队长回来了，还带来了好消息。黑鹰包括配备的火器可以跟你进行交易，但前提是黑鹰只能由我老爹负责驾驶，并且我还得为我老爹担保。假如如有一天黑鹰打向自己人，我会紧跟着持枪子。我那边的实际情况，白大爷私下都跟您说过了吧？我愿意拿出一部分的粮食和中草药，跟你这边的基地做长期交易，但是却有很多麻烦事儿。你铺垫了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？借10个队员给我，专门负责物资在陆地运输安全。你咋不上天啊？10分钟以后，白队长直接调来10名队员跟你走了。你和白大爷、田超等人坐着直升机比那些船上的早就都到了。到了以后，你就先安排做饭。谁会做饭？先做点吃的。这时田超开口说道：“做饭就交给我了，俺啥都会做。粮仓在那儿，想做什么你自己看着办。大家都先休息1天吧，都挺累的，明天再开始忙活。”可是5分钟以后，就看见田超烧了一锅水，准备下面条。你说做饭交给你，就是煮一锅面条。田超有些懵了，面条不好吗？他都很久没吃过面条了。你直接叫小龙去拿些腊肉大米过来。小龙，你再去仓库挑2个大萝卜，腊肉炖萝卜简直不要太香。抓2把黄豆出来做成豆腐，再去地里拔2把青菜。白大爷一听拔菜苗，差点要打人。菜苗不拔，多小的苗子也吃得下去。等长成了大白菜，一颗够多少人吃了？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白大爷只能妥协。我来摘，省得被你们年轻人乱摘一通。吃完饭以后，你和白大爷来到山顶。铁柱，等船上的人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安排？您老觉得呢？成年人一律住在山下，不管是开荒还是管理难民，本来就需要守在山下。也许会有人生心不满，这个由我去说。无亲无故，本来也不是接他们来纯享福的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主要还是为了提前防止某些事情的发生。你觉得很有道理，白大爷的想法跟你不谋而合。从始至终，你也没准备把人全部安排在山上，孩子就留在山上读书，年满15岁就放下山历练。你此话一出，白大爷直接看向你。白大爷活了1把年纪，哪里不明白你这句话的内涵？说质子太严重了一点，但确实跟质子没差别。末世之下，人心隔肚皮，他挺理解你的这个决定。2天后，所有人到了这里，紧接着你立刻指挥田超，大家一路舟车劳顿，你赶紧安排做饭。行，今天正好是大年30，咱们包饺子煮汤圆。今天是大年30，好日子。那今天大家一起吃杀猪饭。杀猪饭，猪在哪呢？我在山上还放了一批物资，一会我带几个人去把猪弄回来。吃完饭以后，白大娘看着精美的盘子说道：“这盘子真美，听说隔壁基地有一帮富太太一直在寻找精美的餐具。”隔壁基地自然是指宁城的官方基地，天灾之前的那帮大富豪全在那里。大娘，那帮富太太除了餐具，还寻找其他物资吗？面膜、衣服、鞋子什么的，都是一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。那他们用什么物资交换呢？他们手里有那么多的粮食吗？听说这帮富人手中有很多粮食。末世之下，粮食才是重中之重，亲自跑生意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现在的重心是将居住地打造成一座基地，但是由谁负责这一块的交易呢？这个人得好好物色一下。此刻白大爷找到你，住宿不要紧，搭帐篷挤挤就成，主要是挖掘机得弄下去，靠人力清理废墟进度太缓慢。不用，我在山下藏了很多物资，包括了挖掘机、耕地机、收割机、电缆等。白大爷先抬头看向山上，又转头看向悬崖。刚才风大，我没听清，你是说你在山下还有很多物资？山上、山谷、山下都有物资，你这小子到底有多少物资啊？
但又仔细想了想，你凭一己之力收集到海量的物资，分开藏才合情合理。莫是人心险恶，总要提前做好被人连锅端的准备。说完，白大爷就要和你一起下去看看。不行，我得先下去瞧瞧物资还在不在。我藏物资的地点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赔啥呀？可哪赔？陪你一起去，还怎么使用金手指？你找了个地方睡了一觉回来了，弄好这些东西分分钟的事情。不是降临，邻居姐妹花来到你的房间。铁柱，让我来给你揉揉。正好，我的肩膀有点酸。为什么曾经的高冷女总裁如此卑微？因为末世之中你不仅拥有金手指，还每天锻炼身体，体质出众。正当你享受暗间之时，你的基地被一帮人盯上了。大山深处有一群人正在暗处观察基地。原以为是普通人隐居在此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有黑鹰。我们要不要抢过来？肯定要，把直升机抢到手，咱们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原来为首的叫楚凡，他们进山是一起找物资的，却被困在了这里。情况有变，山上下来人了，人数不少。不就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吗？我们跳出去就能把他们吓得腿软。抢了直升机，咱们立刻走人。不能乱来。我靠近听到一些对话，他们都是从宁城来的。他们之中没有宁城人，但有魔城人、杭城人和州城人。他们的确是从宁城来的，下山好像是为了开荒。一群人震惊不已。开荒？宁城沉没入海了吗？不然好好的跑来这不毛之地开什么荒？你们先在此等，我去正面打探。他们手里有热武器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。有热武器怎么了？还怕了他不成？大不了跟他拼了。拼你个头！你们的目的是回家，命都拼没了还回个屁的家！一群人凑到一起嘀咕了一阵。楚凡独自一人离开，你这边则带着一批人来到山下，各种挖掘机等机械摆在面前，简直太让人震惊了。铁柱，你独自一人收集这些物资，真是太辛苦了。大家动起来！现在有了这些机械，咱们更要努力创造出更好的未来。正当大家在作业的时候，不远处楚凡正在死死盯着你。一旁警戒的小龙发现他，带着2个人直接拿下了楚凡，将他带到了你的面前。他说他也是救援队，曾经服役于京都。上次没炸死你的孙子，小爷今天非把你打成筛子。原来上次你开着黑鹰出来逛的时候，被这个人拿着狙给了一枪，还好打中的不知直升机的要害部位，要不然你就当场嘎了。大哥，你别冲动，老子冷静的很，我现在就要废了这家伙。嘿！正当你准备动手之时，树林里出来了一群人。住手！你们要是敢动他，我们就跟你拼命！白大爷看着他们的服装，认出了他们的身份。你们是救援队的人？一群人中一个老头站了出来，开口说道：“我不是，他们这群人是救援队的。大家不要冲动，都是自己人。自己人个屁！那天狙咱们飞机就是这个孙子。你把老子的直升机狙了个洞，老子今天也要在你身上戳个洞。”铁柱，别冲动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你不是丢了2个雷子炸我吗？就当扯平了。是啊是啊，铁柱冷静一下，都是自己人。这孙子打坏我的直升机，我冷静不了。我们看见了黑鹰，以为你是鹰将跑来这里为非作歹，想歪了，所以才动手的。你听了楚凡的解释，才平息心中的怒火。放过你可以，不过打坏了直升机肯定得赔。一群人穷得叮当响，你们得帮我干活，尤其是你，打扫厕所去。自从暂时收留了这群人，你的脾气一天比一天火爆。尽管这群人乖乖交出了武器，每天一声不吭的埋头干活，白大爷、老李、老姜3人每天忙着指挥作业，同时还要忙着哄你。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小祖宗息怒”3位大爷表示心好累。1个半月时间，方圆500米废墟化平地，你大手一挥，安装电网。一群人一脸震惊，还要安装电网？楚凡和老头现在就想离开城。老白，电网都安装上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开船回去？你先安抚好那帮人，我问问铁柱。吃完饭的时候，白大爷来到你的身边。之前你不是说每3个月向官方基地送一批物资吗？是那帮人急着坐船走人吧？急什么？给我把地耕了才准走。1个月以后，你开始安排人给官方基地送物资。这时你把田超找了过来。田超，我需要你回基地，让你回宁城当交易市场的老大，干不干？我当然干了。你带着田超来到山洞，一只集装箱里面摆放着一堆纸箱。田超打开面前的一个纸箱，精美完好的餐具跃入眼前。老板，这就是我要负责销售出去的货吗？不仅是这些，旁边这2个集装箱的东西也是，各种面膜、衣服、包包等。田超震惊，老板怎么什么物资都有？震惊之后，他开始担心。老板，衣服、鞋子什么的还行，餐具和化妆品能出手吗？那些难民连饭都吃不起，怎么会来买这些？谁让你卖给难民？你的顾客就是2座基地里的富人，你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物资掏空他们手中的粮食。老板，我一定把他们手中的粮食掏个一粒不剩。叫老公，叫了就让你吃红烧肉。老公，你坏坏的样子，我好喜欢。没错，曾经看不起你、诋毁你，甚至给你绿帽，高高在上的前女友，只能乖乖的站在你的面前。末世降临，谁有物资谁才是大佬。你的追求不仅是自己过得好，还要拯救所有人。此刻你正安排人给官方基地送物资，准备去基地做生意的田超来到你的身边。老板，想要独霸宁城的整个交易市场，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，能不能拉上炸天帮？我建议你再拉上陈家帮和蒋家帮，我让你负责整个宁城的市场，你就不能以从前2道贩子的思想做事。你只拉炸天帮，另外2个帮眼红，肯定会明里暗里的使绊子。拉上他们有利可图，他们不但不会给你使绊子，还会非常卖力。
老板，我明白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送走田超他们以后，你来到地基门口，小龙在电网外面立了无数块警告牌，基地禁区，擅闯者死。但是随着你基地建设，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基地门口，你不再没人敢私自放一人入内。有暴徒看站岗的是救援队，直接煽动人推倒电网想闯进去。他们是救援队，我就不信他们会把咱们怎么样。那个说话的，别当缩头乌龟，有本事你给我出来！暴徒躲在人群中不敢出来，还不停煽动大家的情绪。大家这几天不都看见了吗？这些人不但有馒头，还有肉汤喝，凭什么他们有吃有喝，我们就要活活饿死？等咱们冲进去，那些粮食都是咱们的。理由千万，非要当混蛋，你把我当傻子还是把我当智障？想进基地的，现在都去排队接受询问，判定合格者就能进入基地，以劳动力换取住宿和食物。一些暴徒想到自己很可能过不了关，就在人群中使坏，导致队伍迟迟不能排好。你直接出来对着众人讲道：都几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排好队？不想排队是吧？那都别进来了，3天后再审问。3天后还排不好队，全部赶走。不肯走的全部突突，整个基地都是你说了算。堵在电网外的人都傻在原地，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。3天，他们太饿了，太累了。不，我们现在就排队，求你们放我们进去。你回到基地以后，小龙直接过来了。铁柱哥，我们几个人商量着，想在基地门口弄一块牌子，写上基地的名字。这么大块陆地，不能连个基地名字都没有，就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。这座基地正式命名为铁柱基地。当小龙把牌子弄好以后，你看了看，非常满意，有能力建立一座真正的私人基地，那是凤毛麟角。以后招兵买马只是迟早的事。3天以后，负责登记的老乔拿着册子找你做汇报。进入基地的人一共1540人，男性1340人，女性只有200人。你看着安排吧，抽时间问问他们的意向，愿意留下的就留下，想走的等下一趟渔船，安排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监视。动完脑筋的手脚不干净的，一旦发现直接丢出去。老乔搞过30多年的后勤工作，这些小事不在话下。老乔刚给你汇报结束，小龙就通过对讲机喊你：铁柱哥，你快来门口一趟，出现意外情况。你没有犹豫，赶紧跑到了基地门口。你一看小龙旁边躺着2个人，这个男的在昏迷之前说出你的名字，你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黄毛，那个成天一口一个哥喊你的那个黄毛。另一个女的，你也认出来是小太妹龙小云。黄毛和小太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那老孙和其他人呢？你赶紧叫来基地的医生。他们情况怎么样？饿太久了，身体亏空的厉害，情况很不理想。他们这种情况胃流失下去也很难活过来，如果有营养液输入身体，也许还有救。把他们先抬回基地，我去就来。你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，打开空间仓库，赶紧取出2瓶营养液，就着急忙慌的回去了。5个小时以后，俩人醒了过来，黄毛和小太妹差点以为是在做梦。哥，你咋一点没变，还是从前那个大帅哥？铁柱哥，小太妹同样很激动，只是至今还对你充满了畏惧，不敢乱说话。我的亲哥，我心里委屈死了，你都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苦。你还来不及说话，下一秒太过激动的黄毛嘎的一下抽了过去，医生吓了一跳，赶紧上前检查。没事，他身体太虚了，一时情绪激动才会昏厥，醒来就好了。小太妹身体更虚，说话都费劲儿。你本想问老孙他们的情况，见他太过虚弱的样子，暂时也不好多问，反倒是小太妹一脸焦急。铁柱哥，思田齐柔、孙叔他们在这里吗？见你不说话，小太妹心里就明白了。好好休息，先把身体养好再说。又是降临天灾来袭，你意外重生了。上一世你被女友一晚上戴99次帽子，重生后你第一件事就是嘎了前女友，而且还建立属于自己的末世基地。正当你在基地让小太妹给你按监时，小龙通过对讲机喊你：铁柱哥，有人带着一群人来了，要进入基地。你突然感觉有点不妙，一溜烟跑到基地门口。大佬你好，我们都是本地人。大地震之后暴徒太多，我们一直躲在岩洞中不敢出来。最近我们发现废墟变基地，这才急着赶来投靠你们的。这是我的证件。你接过证件打开检查了一番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天府聋哑学校的副校长。呵，这些都我的学生，他们从小就有听力障碍。刚才真不是有意冒犯，感谢组织，我们总算找到家了。你本来没有发现什么，但是觉得这个人的口音和你看的抗战剧小本子的声音那么相似，于是你故意走到后面一个人的面前，用力撞了他一下，说道：阔你鸡娃！差点撞到人的中年人下意识的低头。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那个中年人，意识到身份暴露，顿时目露凶光。领头的小本子拿出一个水果刀，准备向你刺来，没想到被你一拳直接打飞。领头小本子深受打击。八嘎！这时白大爷带着一群人来了，作为曾经救援队的一员，他们骨子里对这些人都是愤怒。我日你大爷！小本子，我操你祖宗！彻底被惹怒的一帮老兵，准备往领头小本子身上捅。幸好小龙也没说话，对着这人突突了，剩下的人全部投降了。铁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下次别再往上扑，多想想家人。你别放在心上，一帮老家伙下意识的反应，救援队的本能反应，这个改不了。以后我们要增加防范了，马上去查小本子是从哪里本案。你看到黄毛也在这里，就对他说道：你们来的正好，这几个小本子都交给你们看管，暂时别让他们死了，审问该用手段就上手段。哥放心吧，敢来哥的基地闹事，我一定叫他们生不如死。
不救小龙，几人搜索海岸线，在废墟中找到了2条橡皮艇，还抖出了残留的食物包装袋。几人将这些东西带回了基地。从食物包装袋来看，这帮小本子生活条件不算太差，很可能在海上有同伙，说不定小本子的大本营就在某座小岛上。给我1条冲锋艇，1个月内我必找出小本子的大本营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诛。我等必须尽快搞清楚情况，一锅端。我知道附近有几座小岛，上面有人，但人数极少。如果小本子真有大本营，那也不是轻易能端掉的。稍安勿躁，先等审讯结果。过了一会儿，黄毛就走了进来。哥，我上了一些非常规手段，一个个吓尿的小本子全招了。这是审讯记录，你看了一眼，再传给白大爷等看。奶奶个熊，竟然是专业的，难怪轻易骗过了询问人员。这种人从小就受到专业训练，表情、眼神、情绪收放自如。他们还有200多人，还有几10支枪，确实不好对付。黄毛，剩下的小本子没用了，解决吧。哥，直接解决了太浪费，不如全交给我，我保证给你一个惊喜。随便你吧。黄毛高高兴兴地走了，几个大爷个竖起剑，一个个自告奋勇喊着要出海搞侦查。各位英雄，冷静，坐标相隔太远，小本子紧缺海上交通工具，暂时够不上威胁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农业，粮食和草药放在第一位，但要马上成立巡逻队，严防歹人登上陆地。会议结束，其他人都走了，就剩下你和白大爷。白大爷，官方基地怎么样？红薯毛死光了，小白恳请你能再运一批过去。没问题，但这批不能白送，除非交易热武器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。小本子前哨都摸上岸了，把我吓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当天就一病不起，时刻惶恐不安。来，我们商量下怎么才能变借口，交换到热武器。疯了吧？我怎么可能去骗我儿子？瞧您说的，在文人的世界里，这怎么能叫骗？这叫善意的谎言。白大爷无可奈何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，你打开纸条一看，懵了。你认不出来吗？这是坦克啊！博物馆有2架退役10年坦克，正常服役寿命结束，但现在不是特殊时期吗？修一修就能继续用。岂有此理！虽然我之前是说过，即将退役的军舰坦克啥的都收，但退役10年的破坦克算啥？货真价实的粮食和草药，换一堆破烂儿。小祖宗，他们真不是破烂儿。过去资源不足，坦克都是一修再修，直到干报废，哪讲究什么寿命？不信你问老海儿他们几个，他们是装甲维修兵、铁甲神医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白大爷急急忙忙把老海儿几个喊来，4人一脸懵逼的来，一听就明白了。4位专业人士纷纷从专业技术娓娓道来。听不懂，说点通俗易懂的。博物馆那2架退役坦克，精细点修一修，至少还能干5年。他就是还能再干10年、20年，没炮弹，要他何用？老海儿4人看向白大爷，压力给到了白大爷这边。要不再要几发炮弹？你看到白大爷的态度，自己这次真的赚大发。别人末世都是找女神，你这狗老六却搞潜艇、战机、坦克车，在你的眼里航母都不是梦。此刻你真为坦克发愁了。白大爷，你说我这俩坦克就20发炮弹，那打完不就是一堆破铜烂铁？我要它何用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没炮弹，我们可以凭借地理优势碾压敌人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我竟无法反驳。你突然想到什么，对白大爷谄媚的笑道：“白大爷，我小白哥是不是还有什么没给我了？”白大爷先是一愣，立马反应过来：“难道你还有整潜艇？”我要求不高，将退役的潜艇来2艘就行。天上飞的想要，地上跑的想要，海里游的你也想要，你咋不上天啊？男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别说潜艇，我连航母都想要。好了，我回去问问，但不一定能行，你等着吧。当你在基地巡查时，小太妹急急忙忙跑来：“铁柱哥，黄毛拎小本子去野外了。”原来昨天有几个小本子想混入基地搞破坏，没想到被你摆个正着，于是你就交给黄毛处理。没想到这小子竟然玩出了花。他拎小本子去野外干什么？野外有2头狮子，黄毛拎小本子钓狮子去了。黄毛这招真的够损，别说还真有你的存在。3个小时，黄毛兴冲冲的回来了。哥，你看这是啥？没想到黄毛竟然抱着一个小狮子回来了。对于黄毛的操作你也很无语，真是末世见啥都往基地带。我拎着小本子准备去钓狮子，结果野外那帮暴徒先一步动手，到的时候狮子已经奄奄一息，我就把那2个小本子扔给了暴徒，抱起小狮子就走了。你弄回来以后谁照顾啊？当时也是没办法了，我要不带他回来，小狮子肯定没法活了。这时小太妹积极起来了，自告奋勇照顾小狮子。我可以照顾。你不行，你和黄毛一起回宁城。哥，你不要赶我走啊！你们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有重任交给你们，去了宁城不会受苦的，比在基地强。哥，你说的重任是？你提起田超，大概说了一下宁城方面的声音。哥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赶我走呢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黄毛也想回去找到以前的老大杨子明，毕竟这个人还是有情有义的。小太妹，男人不如女人细心，你去管账不会就学。然后你带着2人来到仓库，打开了纸箱里面清一色的茶饮。这些东西你们一起带过去，交易物自以粮食为主。哥，这些东西富太太们肯定喜欢，但论市场还有一样东西最难求。什么？小雨衣，你懂的。极热的时候，那帮大富豪在家里开泳池派对，把水填满泳池，就为了泡半小时的澡。你敢信？
我敢信，我也泡过。哥，你是例外，上流社会的奢侈无度，越有钱生活越乱。小雨衣绝对可以。黄毛口若悬河，生意经一套套的搬出来。别小看了那帮富太太富千金呢，男人好美女，天灾之前就喜欢花天酒地，包养3、4、5、6，女人慕强，天灾之前就喜欢给有钱人当3，还有那种又薄又透明的衣服，绝对也是非常畅销的，女人都希望让自己的男人开心。你瞥了一眼黄毛，这家伙说的一套一套的举一反三，提出的每一种物资空间里都有。物资没问题，你说的那些物资我都给你，你记住一点，交易来的顶尖物资直接运回来。小的遵命。安排过黄毛之后，你在山上开着你那战车兜风，白大爷火急火燎的过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沓照片。铁柱，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找你谈，你大娘发话了，我要是再弄不成，她就不准我回屋睡觉。到底什么事啊？白大爷指着第一张照片上的女孩，照片上的女孩巧目笑细，青春美丽。这是老乔大儿子的小姨子，她今年24岁，在基地医院工作。第二张是老翁的外孙女，今年19，在兑换大厅任职。第三张是老李本家侄女，在部门工作，今年25。10分钟以后，白大爷把这20个姑娘介绍完了。这么多姑娘，你看中哪个？你一脸懵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下一秒你突然眼前一亮，拿着白大爷手中的那沓照片。小龙，你们过来，别说哥不照顾你们几个，快来挑老婆，一个赛一个漂亮。我们这是在给你介绍相亲对象，关他们什么事？这我就不懂了，不都是单身未嫁的姑娘吗？小龙他们10个也是单身，这不正好吗？好个屁！小龙等10个小伙子是很好，但现在僧多粥少，白大爷在官方基地把你夸得天上地下无所不能，还不忘画一句重点：有车有船有飞机有基地有粮食，毫无人性。您老这想法不错，不如您去开个婚介所，解决末日单身男女的终身大事。开个屁的婚介所，大家这是在帮你解决终身大事。感情只会干扰我行走江湖，女人只能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以后再不听话，看我怎么把你屁股打开花。人家知道了，以后听你的就是。曾经的傲娇女神，如今在你面前娇羞的不忍直视。上一世不仅被女友一晚戴66顶绿帽，还帮别人养了30年儿子。重生以后，你势必要扬眉吐气。正当你和龙小云在吟诗作对之时，突然想到300里外的小本子还在虎视眈眈，你急忙去找到楚凡，就是那个打你直升机的楚凡。楚凡，听说你枪法很准，现在你跟着我走。楚凡觉得你没憋好屁，但还是起身跟在身后。你叫上白大爷，开着直升机出发。1个小时后，你们找到小本子的渔船，东南方向，船上9个人是小本子。这片海域距离你的基地只有100多海里，如果不处理掉，肯定会引来小本子的大部队。楚凡，现在给你个机会，瞄准小本子驾驶舱的船员，看你能不能命中。楚凡看了你一眼，拿起狙击枪摆好姿势，准备好以后可自行射击。30秒后，只听一声，楚凡直接将小本子的驾驶室打穿了。突然受到攻击的小本子们一个个准备开战，可是没有想到楚凡又挡在了。正在这时，水里出现了一条鲨鱼，直接撞向了小本子的渔船。3分钟后，渔船直接沉没了。正当你们在海面寻找小本子的岛屿时，不远处你发现一个小岛上有一群。当你拿出望远镜，看到岛上牌子写着阳光小区时，你才想到末世前你住的不就是这个小区吗？你赶紧让白大爷把直升机降落。你刚到岛上，不远处一个女人向你冲了过来，你定睛一看是杨思甜。铁柱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等得好辛苦。大佬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这时另一个女人也跑过来，这不就是你的邻居齐柔吗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大家都不要哭了。分别2年多了，一个个看着过得很是辛苦。杨思甜主动拉出一个年轻小伙子，铁柱，他叫小万，多亏了他的照顾，我们才能活到现在。你简单的跟小万等人客气了几句，现在不是寒暄的时候。老孙和其他人呢？我们分开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孙叔在哪里。你走后，我们就按你说的，出城找了一块平地扎营。那天突然来了一帮暴徒，抢走了我们所有的物资，后来就地震了，我们也就失联了。你安慰了大家几句，把杨思甜和齐柔叫到一边。我是为了收服几座岛屿而来，方圆200海里都要仔细搜查一遍，暂时不能带你们走。飞机上有物资全部留给你们，你们责任安抚大家，顶多1、2个月一定来接你们回基地。铁柱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相信你一定会来接我们的。那是大男人言出必行。回到基地以后，你立马叫来白大爷、楚凡等人开会。楚凡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多了一个任务。不出基地的时候，你得负责训练。等新一轮的人进入基地，你挑一批人操练起来，交不出几个兵王，老子弄死你。这个可以。白大爷，您城官方基地不是讲什么积分吗？贡献积分，用积分换取物资，很合理。这个办法想得很周全，贡献积分值得借鉴。以后铁柱基地实行贡献制，贡献高的住大别墅，贡献低的住外围，没贡献的取消居民资格，绝不养一个饭桶。基地是你的，你说了算，你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做行啊？第二天，当你和白大爷、楚凡开着直升机在巡查海面时，一座小岛上发现可疑群。看清是什么人了吗？鹰将。但是鹰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里可是华夏国土，难道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将鹰将的一块土地推到了这里？鹰将不是好东西，掠夺是他们的本性。这里距离基地不到300海里，他们很可能拥有大量热武器，必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宁城官方。不急，拉开一个安全距离，绕岛飞行1圈。回去之后，你对观察做出了分析。这批鹰将可能是驻炮蔡国的部队，
毁天灭地的大地震，导致他们以及一部分小泡菜逃到了这里。你将自己的分析结果讲给白大爷听，白大爷听得直皱眉。这可不是好事。这批鹰将热武器多不胜数，并且是世界最前进。一旦让他们造船成功，很快就会登陆我们的基地，并且鸠占巢穴。还有宁城，一旦让鹰将盘踞在我们基地，宁城也就不安全了，事关重大。我建议上报给官方基地出动潜艇。专业的是让专业人来干，但是我们飞往宁城少说也要10天，10天鹰将的船都能下水了。等宁城派出潜艇，附近几座岛屿上的人早就遇难了。听我的，回基地开黑鹰。你有自己地算盘，先用黑鹰迷惑鹰将，一发炮弹打飞2条大船，船还没下水就报废。鹰将想要再次打造，至少3-5个月。铁柱，姿势体大，这你一切都是你说的算。富贵险中求，鹰将手里的热武器我要定了。但是铁柱啊，我是为你好，热武器再好能好过你这条命吗？按你的方案去做，但你必须留在基地，我们不能让你冒险。回到基地，白大爷立刻把几个老友叫到一起，简单介绍鹰将所在岛屿的外围情况。敌情不明，这次的行动是远距离打击鹰将的船只。老千，你是老炮手，争取只用1发火的打烂2条船，打烂船只我们立刻就撤，出动黑鹰靠近。虽有一定的迷惑性，我们打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，但不是100%平安归来。你们3个有什么想法？现在就说。3个人的想法很简单，死他们不怕，退休多年还能再热血一把，与其说怕死，还不如很兴奋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